如果说你能争到一个4，那你后面双方换边之后，其实求生者这边压力就比较小了。是的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，监管者先上的话，他是比较没压力的，就看能不能去尝试往哪走了。他也有可能直接去帐篷，直接去帐篷找气象，然后就把气象给留在这个终点半场。不过也还行，因为他们选点大副。这把带闪现的话，应该是想。 前期逼一逼位置，攒攒能量，然后去秒园丁。这里先假装逼一下大副，因为基本上他可能要等园丁的盾消了。不过园丁这把是在起点方向，会比较远。而且大副这边的话，身位会有点近。那宠爱这里继续找的话，他再想换目标，其实也只有气象了。哎，这个单向龙没有围住，过来也是没有拿到这一刀。是，哇，很准。但是上一波这个龙子留下的一个伏笔啊，就是让他没法过去了。 那看来是要逮着这个大副去秒了，然后再抽了一下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前期对于追大副来说，我觉得他已经是赚到了比较多的一个节奏了。是，这里枯草在等，还有2秒钟，自己的海神怀表才能进入。这是个黑龙，哇，直接秒掉大副，2块表都交了。对，1分钟不到，大副已经倒了，而且闪现还留着，这是最恐怖的。刚刚攻击命中大副的时候才49秒。是。哇，这个节奏的话非常的快啊。宠爱这一波是有点思路的，就其实他在双窗那边是交了一个单向龙嘛，但是没有关到大副，反而是阴差阳错让他成为了第2个龙子的一个内圈，让大副没法钻。攻击到了冒险家，那这一波应该要往帐篷去压一下气象的一个位置。不过大副的话，其实他座椅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，对，压满一些再过来。对于他来说，现在3个人的位置都是知道的，可以放心压出来。对。 这边就看能不能多摊一点状态了，而且就算没摊到状态，那你气象等于是在挂机的一个强风，但是把他推到了反向自己脸上，这跟砖的话是有刀的。那边18已经是过去了，愿力值是挺多的，感觉好像过不了半。有点补了一个飞轮的距离。过半了！哇，那好赚啊！哇，大副的话座椅时间这么久，但是却是一个过半秒救。是的，这期间冒险家也没时间挖宝。 他其实可能是先挖了一会儿才过来的，导致这个淘汰进度有点死了，还把闪现留下来了。对，2分钟的话，这个大副马上就要淘汰掉了，算是废了。如果这波通缉到哇，真通缉到冒险家，那真炸了。愿力值暂时还不够，他确定冒险家去的一个方向，但是他还是选择回去管气象，因为气象已经交过一个强风加一个暖雨，他知道他道具不多了。 而且现在的话，宠爱是往桥上这个方向去排的，但是冒险家其实他的密码书页也是在这个附近，所以暂时是没有办法去这里挖，只能说先卡一下。你看皮皮虾这一波能苟多久了？这个角落宠爱能意识到吗？有红点吗？意识到吗？差一点，进去有了，到了，有了。先交龙，强风。这个应该是拆不掉。这里可以到帐篷外去，再补一个。哇。 这愿力值够的，可以再续皮皮虾的节奏。密码机甚至是不到3台，算上书页。这个闪现又省了下来，而且有地下室。地下室，你现在如果选择救的话，其实冒险家可能离得比较近，才有机会救这个地下室。如果说他不挂地下室，你可以让有化纤维的园丁过来。是。冒险家挖宝也爆点了。那他这里有可能会直接换追的，还是打一波手椅呢？ 他主要是节奏太好了，怎么选都是对的。对，狮龙是遗产，这里就先排一下附近有没有人过来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马尾的一个位置。虽然说有冒险家在外面，但是因为一波过半啊，也是导致这一把的密码机是不太够的。皮皮虾手上已经没有道具进行牵制了。 而且园丁还把盾给交了出来，但是你盾交出来，这一波就要逮你啦！你交完盾，刚好过来的一个时间，其实就是你盾掉的时间嘛。他刚才是不是以为宠爱要先打他呀？他怎么会把这个秒盾给交掉呢？这的话还切了一个失常。因为这把宠爱其实在追击的时候都冒险家看到了，出来就在脸上，那先拿冒险家一刀，这一波感觉挂谁都行了。因为有2名很灵性的回头了一下。是的。 因为外围的话，其实皮皮虾那边也是倒地状态嘛，所以脸上有耳鸣的话，只能是这个冒险家。那现在你还得去调一下皮皮虾的状态。这个节奏基本上就是奔着4抓去了。
两个求生者互相调整，成功摸了起来。但是其实对宠爱来讲，已经不会再给求生者有任何调整的时间了。他往外压，你们就没法互摸。看这一波还有没有机会继续排到人？但是往回走的话，耳鸣马上就要掉了。好像能大概排到这个方位，因为18是一直站着没动的。而且他已经是排过椅子这边，然后还有角落那个经典的卡位。是。我宠爱的这个时长感觉切的还是比较早啊。但是目前2个半状态的熊子，哦呦，很准，直接是击倒了冒险家。对，那边可以看到皮皮虾是翻到了一根镇静剂，可以给自己调整状态。现在就是宠爱等着马尾挂飞了，就可以大胆的出击了。基本上反正是朝着一些箱子附近去找人嘛。一定是冲着鬼板的那个地方去了。是。哎呦，耳鸣响起了啊！直接照，太准了！哇，这一把的排人真是无敌了，宠爱。这把的排人仿佛是没有强敌一样，就我直接知道你在哪里，所以导致本来密码机就不够的情况之下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对，那一波其实园丁被打了双倒以后，也只是多滚起一点雪球吧。关键的点还是在于大副的那波过半被救了。我觉得可能也是一开始想让这个气象去卡一下，但气象被逼的会比较远一些，所以本来在桥上去挖书月的冒险家只能说贴过来救一下大副。是。所以非常自信，先把冒险家直接挂上，然后再回去找气象。气象就在鬼屋外面嘛。这一波看一下，宠爱的阅历值是不太够的。不过你起来的话，其实你跑的一个范围也是有限的嘛。这里心跳响起，耳鸣也响起。先去看一下你有没有打算过桥。这里好像有点机会能躲住哎，他在这个鬼屋的内侧，宠爱会不会上楼呢？上楼了。但上完楼一看没有人，那这里真是有可能扎好的。但问题是扎好，他们也不一定有机会去找到。在这里看到了，非常的准。先拿一刀，那约你值够了，也是可以继续去拦住皮皮虾的。没有关到，但是影响也不大。离地窖的位置实在是太远了。是的，主要是求生者这把，我感觉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去排这个地窖。这把确实，你可能排的一个点位，只能说排一下桥上，或者是说狮子的那边。对。然后顶多再加一个鬼屋板区，其实还是不太确定地窖的一个位置。我现在就继续再等一等月历。对皮皮虾来讲，这一根镇静剂是没办法让自己再打满的。是，那上来的话，上半局宠爱已经是完成了一个4抓。是的。这把。其实猪过来救人，没错。然后波将要放笼子的话，野人就必须下猪才能拆笼子。是。所以他这把还是有很大机会的。这也是一个思路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不会带上通缉呢？不，然后双窗的野人、鬼屋的一个飞行家以及鬼版的木偶师。感觉月亮河最近大家创造的选点是越来越多了，层出不穷的。一会排成人字形，一会排成一字形，就然后还有刚刚那种。可以选择冲着鬼屋去，还是带了闪现。是的，但前期的阅历值不够啊，应该就先看一眼。哦，来到了鬼板，找到了是小蝶，直接蛟龙，一个8只走位，想骗出路易，但小蝶对于身躯的把控是把握非常好，这个笼子是有机会掉的，但是小蝶还是自己提前交掉了一个路易，他没想到将就会卡魔。不过也还行，因为能进板。这波下波再补一个路易，这把就是一个波将正常3个笼子击倒的节奏。但这样子其实你下一个笼子，下一个笼子就是放了拖他的那个木偶 CD。是。然后关键闪现击倒他。对，关键这一把小蝶是没有带飞轮，所以他只能不停的消耗自己的一个状态去拖延阅历值的时间。这个围龙的时间，想用反弹拉开身位，将球也是非常果断，直接交出了闪现。
不过因为前期的话，其实牵制节奏比较中规中矩一些，然后再试的这个技能，所以跑1的面我觉得还是有的。这把带了2层巨钳，然后带了1层插刀和通缉。是，通缉到的是魔术，但是飞行家带的化险为夷的，他是直接卡在了鬼屋方向，准备由飞行家来救这波人。飞行家已经贴过来了，现在手上原力值是可以稍微拦一下的。啊，直接交喷吗？感觉有点不好救了呀。那他得从那边钻过来了。对，钻过去持刀吧。是，可以持刀直接救。这样的话距离还行。看这一波能不能撑过化险为夷时间呢？其实愿力值还是挺多的，没有飞轮不太好撑过去。哎，最后1秒躲了过来，能猜得及猜吗？但是感觉有点来不太及。是的，所以只能说躲到角落去。有人提前骑猪过来了，防止下一波被笼子拦住。是，他们这一边出动的还是比较早啊，毕竟双窗那边是有点远的。这么看来，其实飞行家的这个化险为夷就影响不是特别大，因为本身木偶师他如果说没有化险为救的话，也能多交一次路引，多消耗一点愿力值。看一下小明的这波救人吧，有人在脸上可以很舒服的卡血。木偶师这边也是挺能做的，看一下这波救人会不会给到一些其他的机会。是我们想正常打一刀，是想打针对了，感觉哦，先拿一刀。虽然说淘汰进度条比较极限，但是还是稳定的。对，觉得有点惊险。这边维荣没有框住，再补一个。还要补了。这小蝶没法再钻，只能被架在内侧。其实密码机已经是赶了挺多进度的，2波化险为夷刷下来。是。就这一把整体的发展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，它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发展，就没有让监管者拿到太多舒服的东西，平常的一个节奏。但是他传送已经转好了，他也知道飞行家的位置，直接传送，飞行家很有机会。说传不传？没选择传，是的，放弃这波机会了。还是求稳了一点，他选择用愿力值赶过来。这样的话，留个传送，一会可能可以打一波，就是换挂，来回的换挂。是的，他有巨钳的。而且他这个位置其实也不太干扰外密码机的一个破译嘛。只要说野人先修一台大遗产，然后让487去外面多起一台也可以。这边第2段的喷气背包是没有往圈里面喷啊，喷的有点歪了，比较可惜。想挂地下室吗？看一下，他应该确定起点2站那边是一台遗产，所以这一波。应该就是先守着，如果谁去补那台，他就可以直接传送过去2站，去把那个人给处理了。是，而且487那边不想给机会，所以你一倒地，他就直接从外圈贴过来。不过江秋的排人也是非常准啊，这里再往前走，应该是能看到脚印了。确定，看到脚印的位置，这里要封一个单向龙吗？单向龙过来，487的反应非常的快。那边487是没有心脏的呀。是。哎呦，还是拿到一刀，还是把这个笼子脱掉了。那这一波如果487倒了的话，还是一样的节奏啊！你们谁去碰密码机，我一样可以传他。不过他这边其实撑了挺久的。对，487这里这个有点可惜了。不过还好那边是贴的比较早，所以野人还是能够去把小果冻救下来。而且他传送回来是在救下来之前传了回来，飞行家是过半的。这个悬停落地，还能再用飞轮再稍微拖一下。那你这里飞行家挂飞，马上挂飞直接去，飞行家挂飞，就算2站开了，但魔术师没有回环反照，只能交这个自起。对他交自起，然后起来。对。但他没有传送的话，其实这把也不一定好去多抓，就不好4抓，但是还是有跑1个的面的。他只要往终点判断去赶，然后野人起完2站密码机之后点起点就好了。没有选择直接去2站，主要是487还有2个魔术棒，哦呦，还故意了个砸头。那野人的话已经是趁这个时间贴上门了，没错。传送愿力值其实也不是很多，对，传送也还在 CD， 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管起点的门了。哎呦，这几个魔术棒感觉都是看着出刀的时候交的啊。487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，那最后得再逼你一个维荣，还没关到。地窖还好是不在桥边，不然他这一波没有愿力值的情况下是有可能走这个地窖的。对，地窖在2站下2.5站的一个位置。如果说在这个点的话，应该已经走了。对，那他现
现在没有道具，江秋应该是直接把人给架住了。不过这把的话也是成功跑出去一个嘛，其实也是做到他们的一个首要目标。最终也是由成都狼队啊，在第1局，宠爱这边喧嚣使用率还是挺高的。但是面对这个阵容，还是担心那一点，就是因为破1太快了，自己的前期双重惊喜不能有太大的失误。比如说我放一个双重惊喜，我得稳定的能够上到2颗惊吓标记，对吧？你要不能说被折掉1次双重惊喜，那个 CD 的代价太久了，是10几秒的一个 CD， 那可能说外面的单位真的是猛猛破1。这个点的话，相对来说，你机械师想要放一个玩偶出来是没那么好放的。而且你放出来这个位置，就算把它给藏住了，它其实离密码机都挺远的。它感觉要藏都好像只能藏在那个101窗那个板附近，但是也有可能会被找到。看一下这把他的一个追击目标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直接冲着机械师就去了。可以看到机械师已经在绕着中场走，没有直接转进大房啊，想先拉一圈。那宠爱这边的话是往大房的方向去排的。对，宠爱可能以为他进大房了，那这边耳鸣断了，不过也还行，可以去找前面的迅儿。看到皮皮虾开出的包裹是一个护腕，护腕在前期牵制也就是一个一次性道具啊，如果说交掉的话，哇，提前这么早就交了？是，可能考虑到你双重惊喜释放的一个位置，所以是选择直接交护腕。算是有点小预判吧。看下宠爱这波拉过去，第2下惊吓标记没有上到，但是也没关系。如果说下一个惊吓标记能够上到2颗的话，就不亏节奏。OK， 还有1秒钟，不敢翻。是的。飞轮的话，其实已经是交出来了。对。那这里感觉要秒掉了，再把双重惊喜拉过来，想过来扛刀，那顺便打你了，可以追的，可以追摊一下状态。这个点位绕场线木只差1秒，直接过板刀过来。那这里18其实稍微拖了一会儿啊，没有立刻被宠爱拿到状态。但他拖的其实也是外面守墓人还有入殓师修的一个密码机。挂到了，也挂回来，其实又赶回来了机械师玩偶的位置，那还是相当于刚刚那个拖的时间会有点亏。而且机械师你别忘了，他开局他是有跑图的，跑到了这个位置来放的玩偶，想把玩偶打了，趁这个机会，枯草赶紧过来救。没错，而且你这波没有双重惊喜的情况下，枯草救人是没有压力的。看一下。这一波幸运儿得带走啊，不能再留在机械师的玩偶附近了。感觉是想要玩偶去起一台新的密码机了。因为这个点也是可能拉不太走。看一下入殓师是给到了一个反生，想试着能不能逼掉技能。但是玩偶到现在还是不能秀技。对。因为他这个密码机的分布可能也是只能再等一下了。刚2楼底的那台是入殓师在修嘛。所以说，只能让玩偶继续回来补自己第1台的密码机。是的。自己反生完，直接移形过去。逼出技能的话，那机械师那机是比较安全的。对。而且这边迅儿挂飞的话，机械师虽然掉状态，但是哇，保护得很好，对他来讲是还可以。中后期的残局还是有很多的密码机可以补充。关键其实宠爱他上惊吓标记的一个命中率还是准的。对。关键是他们怎么去撑到这个开门战嘛？因为他们这一把的服装牌照带的是挺多的，如果说撑到开门战的话，会更好打一些。毕竟宠爱没有带挽留。这个点好像直接逼枯草了。这里都没有拍过的板子，很容易被打出来，然后融掉。哦呦，直接双球。惊吓标记又够了，没错，那这个点位空中飞人好了，这块板你只要下，基本上也是要倒的。现在就差一个粘土舞台的惊吓标记。不过这个角度枯草卡的挺好的，还是被打倒了。那你现在的话，如果挂到大房附近，18的那台也不好修啊。大房这边还是这个地下室。脸上是半状态的18，那18还得跟入殓师去进行一波换位。关键是入殓师他下来他很难出去的，没有化险为夷的这么一个情况下。而且目前的话，其实机械师他修的会比较慢一些，所以他们是选择了让入殓师先把手上那台先修开。空中惊喜先排了一下，双重惊喜先排了一下人。
这个点位脸上这台压着，那只能用玩偶去外面新修了，感觉。那外面修的话，进度会有点不太够，而且目前守墓人马上就要过半了。对，娃娃没有机修了。这半场本来是4连啊，求者第一时间没有来破这边的4连，那最终留了个3连，还是个地下室的人。我觉得这个玩偶好像得配合陆莲之一起救了，不然他有可能救不下来的。陆莲之这边没有带飞轮，玩偶不去的话，陆莲之不可能下去的。啊，这个还没事，过头，但是问题不大，还可以再拉一黑打他，红色继续跟直接击倒了，可以击倒了，是的。其实成都剧已经面临了一个两难的抉择了，有3连在这里，如果娃娃去陪着救人的话，那么你的密码机就完全不够。但是娃娃不去的话，就陆莲之他又很难能够进入这个地下室。是的，那宠爱这边是再切了一手失常，这2把看下来的话，宠爱都是想把这个密码机给他守住。是，这里已经确定了机械师走的一个方向，所以宠爱这里想把人往外举，然后直接挂上。再去找刚刚有箱子的地方。毕竟他这把是有双重惊喜可以找人的。香水，香水感觉不太好走啊。没错，这边利用双惊喜排一下机械师的位置，把这个点位不太好靠近椅子啊。说实话，哪怕有一个双弹，但是宠爱的双重惊喜马上也好了。上一球，再上一球。哇，又一把4抓，太帅了，宠爱。这2把的话，其实节奏感觉差的不是很多。就你前期其实追击上面会起的比较快嘛，喧嚣他4抓得需要对面的求生者给机会，可能目前会更像平局，就更偏向于平局。对，而且如果说在唐人街他去摇摆一手小丑的话，但其实穷者的道具除了佣兵以外，都是有一定的牵制能力的。好像除了开局追佣兵，别的都不太好下手。对，但是如果说对面看到你选这个小丑，那佣兵直接点大房了，上2楼把板子一盖，对吧？气象有点危险。像感觉只能被迫在平地先拖一会儿时间了。那个点其实牵制破了，有点不太舒服。他基本上就是在灯笼门的那2块板附近，利用地形去牵制一下吧，就浅绕一下。对，但那几个板子都是一个短板。直接变轮也是冲着小蝶的气象过去了，小蝶暂时在灯笼门这边稍微绕一下了。这个模型还是挺考验双方的一个走位和熟练度的。哎，这里是有一下的机会，不过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失误。对，一个 T 字墙，喂，蹭到了。这里等下板，小梦第一个夹子。直接选择小蝶，直接选择教陈云去拉距离。那这样的话，只能说再切一波轮形态，先上4，在2楼这个位置，直接选择跳下去。那这块地方，小梦一个加速，哎，但出现小失误了。有个狂欢之椅，没那么好滚。有把椅子不好滚。这个点位就算上到1层次，小蝶还是有道具可以继续去往外转点。小蝶的道具和飞轮都好了。对，一会儿可以用陈云硬拉距离。没错。那这里飞，往左边走，那块板子还在。是。这里如果你交闪的话，飞轮还在的。看一下这波博弈被骗出来了，还给到了一个恐惧震慑。但其实刚刚小蝶那边是已经防到了你这个闪现，他特意是往右边去走，不给你这个闪现的机会的。是的。其实他闪现出来以后，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飞轮吧，飞轮没有顶到那一刀。如果说顶到的话，再翻回去，西洋梦可能就真炸了，就接近3台了。不过密码机的话，其实现在还是挺能接受的，因为已经是2台半的一个节奏嘛。这波只要救人位过来，尽量的不要给存在感或者是别的节奏就好了。对，而且小蝶也算是成功吃出了闪现啊，就是你这一波穷者，他也可以考虑说去跟你拖一下节奏，一个破案应该是无伤了。不过还行，前面提前布置了一个夹子。那这一波存在感是能拿到了，西洋梦想搏一个画震慑，哇，这一波稳的救下来了，非常的极限。下来以后看一下小蝶，接下来是否能有2-6的机会呢？强风没有吹，是想把这个道具留了下一波，因为西洋梦已经2阶了。这里看一下挂上以后，
小果冻也切了过来。小果冻的话，其实来的也是比较早一点的，也是防止被拦嘛。因为确定监管者有冲击的情况下，如果他被通缉被拦了，那么其他人来补救没有化险为夷，那还不如说直接卖了。是。不过香梦这边是选择了直接切轮形态去赶一下小果冻。其实你要是拦的位置更深一点的话，感觉有可能说直接卖掉的。这里戏谑用飞轮顶掉。但是还是能够救下来，而且你救完这一波之后，到你挂上小蝶的时候，密码机应该就差半台了。打是个土球，这为什么是土球啊？我也在想，感觉给个红球会不会稍微好一点？对吧？对仙妖梦来说，后期机会还是很大的。因为杂技杀机留眼了，外面半状态的人挺多的。对，机子很少。哇！是飞轮，无视野躲被关，感觉来了。是的，再来一个陈云，直接拉开距离，仙妖梦感觉要被迫控场了。是的，只能去赶一下小果冻。那你现在的话，其实密码佣兵火灾已经在核修了，轮流分担就好了。对，前面其实他如果背关背倒气象挂上，外面他是有机会能够争的。对，是有控场机会的。哇，这个戏谑这是带了3G力吗？好疼。好像是，对，直接被在板间砸晕，而且一直在走高低差，也没有背关的一个身位。目前的话，其实身位真的是有点远了。前面继续走，继续拉高低差。对。不让你捏出悲观，现在可以捏了。那密码机的话，2台都已经很多，你现在就算去控场，其实已经控不到了。对，现在已经没有控场机会了。他如果说1分钟前去控场，真的是控谁死。对，你佣兵是1/4，杂技1/4，随便去压你的遗产，然后用窥视者去跟你打来回拉扯。就连火灾那边都是有机会的。对，毕竟火灾也没有飞轮。是的，密码机是已经压好了。可以去等一下他们贴门的时间。你如果说过去管密码机的话，那边可以选择开。只要等贴门就行。错，佣兵这里也是有回光返照的，所以选择弹护腕直接开。这里的话，感觉放个窥视者的话，可能得走了，不太好去管佣兵。那佣兵赶紧回头去点灯笼门。但这个点位可以看到杂技也是卡在了睡窗的位置。但是大防窗，这个窗应该是没人翻过的。对，杂技的飞轮也马上好了。没错。他一会儿可以，就算没有躲掉那个悲观，也可以按飞轮跳球去拉球。甚至说你现在还可以捏球。哎呦，直接交球，他甚至都不想说把这个窗给早点弄坏。这一波交球完了，上2楼，落地还有一个飞轮。没有地窖。是的。地窖的话会离得比较远一些，看一下会难一点。但求生者的话，平局是有了。没错。哇，又躲了。但是这个夹子，但是球还在 CD， 还有一颗白球。只能靠这块板子拖一下自己的球的 CD， 架在这儿了，妖梦就等夹子了，就等吧，架身位，哦呦，拿到了，准，那最终是拿下了一个平局，感觉成都狼队进入这个季后赛状态回来了呀，人人都变成操作怪了，是。就感觉他们昨天的话面临的一些失误，今天也是调整了非常多，所以上来是已经拿下了2个大比分。是的，就看到你是小丑以后，他把它给换到别的地方。是的，换到一些点位很好的地方。对，然后让那个飞行家这种站出来扛压。然后小丑的话，感觉有点不太好去争多抓。现在对于成都安全的位置先站着。选苞米地的话，全者入殓师和大副有充足的提前跑到安全点，是，因为他捡到竹笋是有一点时间。对，他需要先去捡一个零件，然后你组装好了之后再能出去追嘛。没错。所以你求生者的，看一下这里直接走到了小木屋，准先捡一波零件。但这波捡零件的话，确实是会比较耽误自己的时间。想过来去先避一下小果冻的左位。对。小果冻这个窗户，他倒是还好，没有特别怕。那小梦也是决定不再纠缠，往双11的方向走。但是那边大副的话，其实是在修小船的密码机，没有拉点，他是选择往上面去卡一下小船窗户。对，大副没有往外拉，那你双11这块板一踢，还是有机会能够直接出去拿刀了。我这个点位看一下，先交表。利用这块板子再去进行一波博弈。是的。第2段表也摇到了，但是2段表感觉不太足以帮助他牵制，哎，有机会吗？那就是我还在找。哦，不过他很聪明的是进入了板区，第3段表没有摇出来。而且你有点不太敢去预判他的一个位置。是的，这里可以砸一个头，
那对于新阳梦来讲，闪现已经好了，手上也有一个无限推进器。是的，所以想要过来找一下小蝶。小明这波溜得好细节。是的，这是一个一阶锯。那小蝶的话，其实也是帮忙把这个锯给它挡掉了，所以也是续出来它的下一块怀表。没错。那等这个怀表结束之后，可以去跟一个闪现把它击倒。这样的话也是稍微多拖了一点时间嘛。如果说没有小蝶过来扛这个锯的话，大户应该是已经倒了。这里再翻，这个第3段表还是没有控交了，所以只能跟他博弈这个长板。这一波是没有翻了，但是密码机我们可以看到是接近2台半。加上刚刚的话，要不要往角落挂呢？我觉得他可以先往角落挂，因为小蝶这边的话，其实已经是说一个半状态了嘛，所以你可以顺便看有没有机会去追一下他。但求生者这一波是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化险为夷了，感觉他们是可以考虑卖掉的。但是选择出动了2个求生者，还想去打一波。那出动2位求生者来救，然后再让陆炼反生一波，他们应该是想的这么打。不过这里一个飞轮顶锯出现了小失误。那边的话，487已经是贴过去了，可惜的就是在于说你这2波其实入殓师飞行家都是一个半状态，一会儿节奏你闪现得想办法吃出来才行。是。再一个拉锯飞轮顶掉，然后再补一枪。枪。是的，那这一波是有可能让小明牵制起来的。稍微拉一点距离，再断你一个无限锯，但是仙妖梦成功躲过。现在情况就是小明得自己博弈这块短板了，他得稍微拖一会儿，让空军能不能找机会把角落那台给开掉。不过也是给大夫套了一个灵柩。这灵柩是到小木屋的一个位置，我想。小木屋，那大夫下来还有一定的牵制空间，如果能吃出闪现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这里的话，其实还是通缉到了小蝶。是，但他现在还是想着去把大副先处理掉。那你小木屋的话，其实板子也还在。对，队友已经帮忙把板子下了，但是小船那台密码机感觉是不够补开的。大副这里还是会倒地，就看能不能吃掉这个伞。是的，吃了。现在已经是都在抢密码机了。吃掉闪现的话，那求生者就很赚了。他这2波配合打下来，闪现一逼。然后推进器也消耗的特别多。是的，无限锯也消耗的很多。那现在再想出去控场的话，就小船，然后跟外面的一台密码机可以去打拉扯了。大船跟小船2台非常远的距离，有一台还能开掉。大门是能开的，现在就是小船的70%，然后飞行家直接上大船破译。狼队这个配合太好了。对。他们就是硬去消耗了很多的道具，把这个大副给保下来。而且这样的话，想要去套路一个空军，我感觉还是套路到了一下。拿到了一个隔窗锯。其实487它前面的一个防范是非常好的。是，小梦也是看了一下外面有没有人在破译密码机。对于他的机会来说，就是现在外面的状态会比较惨一些。不过他们也是做出了一些对策，已经开始调整了。而且487这里其实是不太好牵制的，也有飞轮，也没有道具。70多的遗产，说他们有没有人过来抢这台啊？把2个人摸满，过来抢小船。抢的话得都摸满，才好抢。因为你如果去修新的话，会更危险。但是入殓师这边是没有摸满，有一个飞轮可以断一波无限锯。这无限锯如果被断掉的话，那头就可以无伤掏，很舒服。而且飞行家跟空军也有无限锯了，这一波仙妖梦有可能会断节奏的。再骗，选择用悬停来断，再补一个飞轮，然后也是续出来了飞行器。是的，但是这一波可能还是要吃伤害啊。哦，他把锯子吃掉了，会传送吗？那这一波感觉可以啊！装零件，装零件的话，那边其实密码机抢的有点多呀，已经90多的一个进度。再交传送来不及了。但他们没有那个回光返照，直接抢开，但是保飞行家，让飞行家走一个飞轮。哎呦，飞轮用来拉距离，没有去顶。那这一波的话，应该是一个3抓了。是的，空军有钻头起不来。是。但飞行家那边也是管不到。但是3抓的话，对于成都 GG 来讲是缓了一口气，可以接受的，对。毕竟他们很需要去争大分回来。如果说3抓，那下半场求生者那里再去保个平的话，一个大比分就追回来了。现在门已经点开，飞行家出门，这把是仙妖梦完成了一个3抓。是。
最后在第2局都是被搬割据的。这是割据选手，完全不让用。这一把其实对于成都狙击来讲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啊。是的，被迫去面对宠爱的割据。因为他们想打的这个阵容，但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阵容是不是也能打艾维啊？就是这选出来这4个人，对吧？其实也没那么。张在大船有可能，就是打各种交互型的直割，因为地形比较狭窄嘛，那种巷子可能古董商会更直接往大船方向走啊。宠爱这边是一只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开始单挑。这个地形确实是对割据不太利的。不过皮皮虾选择离开了大船，往海边走。海边同样的也是有这种狭窄的板区。是的，想要去跟你玩板区，而且板区相对来说会比较密集一些。说这个点位有机会骗哦，直接选择点刺。那宠爱这里一点一点的逼道具吧，毕竟这一波进入追击的节奏是很快的。这也是先骗了一手，但皮皮虾还没博弈到了。反正我先把你的机关枪逼完，我现在闪现时间都还有20多秒呢。就因为进入追击太快了，所以宠爱现在是完全不着急的。又来一消，但现在道具消耗也只消耗了一半而已。前面这个地方是选择直接云门，怎么说又一个点刺，只剩下最后1棒的一个数量了。道具的话消耗会比较快一点。没错，直接过板，再来一下。最后一下了。时间到达了1分钟，子哥马上结束。这个点位好像还有机会能进板啊，有个飞轮，飞轮反向，但是被拿到刀了。是的，没别的地方能去了。对你这波飞轮失误的话呢，就要直接吃闪了，吃闪倒。不过密码机的话进度倒是挺多的。是。因为这个阵容本身也会修的稍微快一点点。但关键点是在于这边海边是有可能留一个3连的，小木虽然开掉了，大船上还有一台。对，然后船下也还有一台。是，所以对于琼子来讲，通缉到了骑士，飞行家卡了过来，这个地方是不怕被拦截的，直接一个回溯。但是皮皮虾那边如果下移的话，他其实也是没有26空间的，就看要不带离这个3连吧，带离这个3连，让求生者在中后期不要留下伏笔。然后他是想要去倒到靠近枯草的那一侧，因为压满的话，可能枯草那边会考虑过来一下。飞行家直接交喷去修机了。是的，但宠爱这里带了通缉的，他也能确定枯草的位置，一会儿挂上他可能就去逼救了。是的。两边跟时间赛跑，第4台、第5台已经修上了。整体来说，古董商把道具交完以后，他这个密码机节奏其实拖的还是挺不错的，特别是穷者这把的一个整体破译速度是非常快的。看一下通缉到了半状态的飞行家，那这一波还能不能去排到枯草的骑士呢？排的一个定位还是挺准确的，具体的方向是没错的。哇，好准！哦呦，交出了技能，但是第2下还是被战术预见给预测到了。这个地方还在博弈，一个反弹往外拉，先拿一刀。但下来之后其实还要多拖几秒再使用荣誉共鸣。密码机因为也还不够。哦，能保进双11里面。看一下荣誉共鸣的这个盾。哦呦，再来一个战术预见。哇！被他砸到头了。是的，这里本来2波其实都没有预测正确。那帮忙保的话，这里有可能保到密码机足够啊，因为还有3秒钟，他马上下一个战术预见又好了。那宠爱这边想赶紧趁这个密码机还没好的时候去击倒皮皮虾。会被皮皮虾一个慢翻，还是躲掉了这一刀，90%的进度，这个短板非常的致命啊！98的密码机够了。要猜一下技能了，供电，猜到了。是的，而且沉默住了宠爱，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去击倒他了。哇，最后1秒，再封一次。那对于宠爱来讲，这一把感觉已经很难去保平了，两边的门都在点。一个飞轮再次进板，还在牵制啊，有复杂。哇，是的，皮皮虾这把牵制的太好了。脸上好像有地窖，但是有点难走了。对，已经没有道具了，一刀直接打倒。感觉从是的，选择传送，那结果被骗到了，不过还好有回溯。
主要你这步其实传送过去的话，因为已经牵制了很久了，所以门的一个进度肯定是已经开了。是，就是看一下你能不能都走到门。没错，雄者那边其实也是有点在骗嘛，就是让他以为有人在赶往门口嘛，就是看一下能不能拖个古董商自己，毕竟地窖就在双11这个方向。蜘蛛熟练度那么高，他的鹿头能有他的蜘蛛熟练度那么高吗？毕竟他是绝活蜘蛛嘛。可能先按阵容来吧，因为他蜘蛛架很多次打一刀，然后对选到墓地上面的话，就可以把假门封住，然后心理他同样得跑图，他跟勘探员那边要走的一个方向是差不多，就心理可能得跑到 S 板，然后一会他就陷入一个 S 板孤立无援没法转走的这么一个情况。选到了墓地。看一下这个点位，没有选择去墓地那边放夹子啊，选择往独洞方向赶，2个钩子直接想追勘探员。感觉这里的话，彩纹板可以去封个点，不过他是选择了直接把板子先给他封住。对，这样的话上楼把人逼下来。对于皮皮虾来讲，只有翻窗然后绕左边这么一个思路了。因为右边是完全被夹子给控住，再补一个吧，再补一个，然后再绕过去。这样的话，皮皮虾得考虑交磁铁了。但这里的话是绕了一波比较大的身位，交出一个磁铁，吸运一波。但这样的话，其实你还是走不了那个板区啊。是的，左边那个板子你不好走啊。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直接给刀的，甚至连钩爪都省下来了。哦，在10方的这把是前锋已经18的开始前锋动了。已经准备提前过去 OB。这里要不要来个预判撞？没有交球，哎，来了！哇，小陀螺，好帅呀！还把你的钩给拖过去了，这个时间续不上。是的，那鱼虾的话现在又回到了独洞这个方向，而且外面的话其实是可以帮你远程爆点的，你不用担心被反绕。他这一波跟上前锋是帮忙拉回了很多的节奏，不然勘探员可能就已经倒了。幸运儿也摸了个玩偶。是，这里再补上一个磁铁。那有磁铁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不太好勾的。回头先弹，拉回来，哎，这个勾空了吗？又一个小陀螺，但还好这波是没有撞晕。这个勾感觉勾空的很不应该啊，因为这是一个狭窄的通道。而且那个地方的话还挺少见会勾空的。交闪，然后再选择勾一下前锋。同样的位置跌倒了2次。那这一波回去守的话，可以布夹子，看一下怎么说吧。心里直接选择移情，反应非常的快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是把勘探员挂上，那边已经是移情移好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密码机也是让前锋拖了很久啊。就虽然说前锋没有破译，但幸运儿的一个傀儡也是弥补了这一点。然后可以让前锋直接过来救人，毕竟这把 Spy 带了化险为夷的。鹿头的机会现在就看这波手势了。是，看一下手椅上面能不能拿到一些节奏。直接提前勾，没有选择去卡个勾震慑之类的。直接救下来，掏了下来，点机会都没给。那现在前锋可以在脸上继续观察。前锋想回去先修一点自己的中场。因为其实他稳稳套一个化险为夷密码机就够了。能不能再勾一下开个2阶？那整体来看，求生者都带了回光返照啊，这把看着是一个偏向多跑的对局。看一下孤岛在脸上翻，应该是准备握把枪了。歪了，嘿，这些橄榄球再勾一波，但是再次勾空了。心里来得及过来，2个人一起卡前锋修机。是的，他当时这一勾的话，如果说能勾到幸运儿，他觉得自己能够逼救，但其实幸运儿那边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那个心理来套的这个化险为夷。那边的话还是可以去调动一下机械玩偶去贴门。是，看一下帮忙扛钩，那勘探员下来以后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压个起身吧。找个机会，但其实还是比较难，因为勘探员的磁铁还在。直接拿一刀，哎，这里是有这里翻过去吃夹了，那这里就不太好开了。
先勾回来，放磁铁开，对，但是这一刀被打到哦了，亚起身，是的。但是他这个地方死的算角落了。嗯，不画的不过时间学校门会久一点。对，不过学校门是点不了了，心里就在学校门。对，只有说你贴过的那个门会快一但些。是现在是娃娃在点门，对，墓地门是能开的，现在就看一下夜雨的选择，直接传送，门能开。门开掉了。对的，先放一个夹子，打掉可以确定星远的位置。这一想用娃娃去把夹子踩了，还真踩成功。是的，然后再拉我操球出去。哦，没踩掉，夹子是只有一个。夹子没踩掉，但是一个封不住。对，那可以看到学校门那边心里也是想过去点18的位置，就在门口。被看到了。那这样的话还是有机会把18留下来的。现在手上的球是1/4。地窖的位置在墓地。我这个球量的话，可能有点不太好走。道具已经完全不够了，这地然方后回头找一下地窖的方向，看一下能否躲一下这个钩子，直接拉球拉到车对面，但是硬直太久了，叶雨也跟着勾了过来。那最终叶雨还是保下了一把平局啊！对于成都狼队来讲，叶雨保住的平局他们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其实他们一直以来的战术安排以及他们后期的得分倾向，其实都是比较偏向于夜雨去拿一个平局，是，然后求胜去完成一个钩子的准确度。也许你箭射的准，但我勾的准，又如何呢？这把的话，如果说成都狼队那边能够去完成一个多跑，就直接结束。对。那仙阳梦如果直接完成一个多抓，那就扑朔迷就离了。翻回来第四个了，第4局拿回一个大比分。去把人赶到独栋，还是说他直接去追2楼下的火灾？但火灾在2楼下，他各种转点的地方技能很厉害啊，是可以把整条路给拦住的。但感觉他可能会去优先追击一下弓箭手。得追弓箭手的话就得哎呀，还是选择把人往独栋追。这一波就是冲着小蝶去了。哦，边上已经提前放好了减速盒，那感觉香梦要不要考虑先去把盒子踩了呢？就放个2楼夹子吗？先布个夹子，那直接把2楼全部锁住。而且同时的话也是拉近了一点身位。落地加速。拿过来震荡，打断你的一个。哇，2个震荡。是的。那这一波的话，其实拿刀还是拿的比较早的。那这一波减速盒，其实你转进来，也就只能再往边上转，它起不了太大的拖延的效果。因为弓箭手我是受用加速过来的，我不可能停在这里面等你。但是往外走的话，这个点位稍微再躲一下弓。怎么说？有没有可能勾过去再来一个震荡？刚好抵消了一个后撤弩。但是还有钩子，能勾吗？这个移形先交出来。行，飞稳，直接移形，勾了个震慑。100的电击把人击倒了。是的。感觉有点着急。舞女前期去布盒子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打下来才1台半。是的，那感觉这把真有机会多啊！对仙阳梦来讲，就看后面手乙方面能不能赚到点节奏。这波通缉到了守墓，那可能是要让火灾在脸上来直接进行一个救援了。然后这把的话，确实前期的击倒会有点快，所以导致说现在密码机在不够的情况之下，你就算火灾过来救，开个化险为夷，到后期可能也比较难拖到开门战。是，先勾一手，看一下再拿一刀，存在感是给满了，两边一人抬一边。但这个地方弓箭手飞轮没好，2个夹子感觉不太好走了，一个震荡。那现在已经没有那个后撤弩了，而且这个夹子一吃要直接开2阶了，要往回勾回甲门方向，看一下是可以成功挂上的，还可以把这个球给他先清了。487这里被通缉，其实他也破译的不是很安心啊。想用利用这个卡一个解擦。是的。反正我先走，然后如果说你守门人这时候过来了，我就直接解查。来了，想勾断，但是没打断成功。这个位置，哎呀，兴奋炸弹，有点就是跟他写的一个剧本是没有差的有点多。对，那一波如果勾打断守门人的话，其实完了。还空了个勾，而且顺利的转到了减速8音盒里面。的。
这一波再布一个夹子，这是前面第一波留下的减速8银河啊。小蝶的话手上还有一个飞轮，是的，哎呦，这一边减速不太好出钩啊，这里勾过来，但是有飞轮，飞轮还是极限交了。不过也是顺利多拖了一点，现在密码机还差一整台。整台机，守墓人是一个无伤啊。如果说守墓人刚才被勾断的那个铲子的话，其实对新妖梦来讲节奏是还不错，但是现在只有一个火灾是残状态，然后其他的成员都有道具可以进行一个牵制，最终还是直接选择追击脸上的守墓。逼出了铲子，应该准备要走了。反正看一下密码机哪边在抖动就去。哎，不过小明是直接出铲了。新妖梦来了一波钓鱼指法。这个地方勾回来，先拿一刀。3台密码机离得还比较远啊。其实他可以考虑去管一下外面的密码机的，因为守墓人这个状态他一定是救不了人的。铲子逼出来，那想直接打倒守墓人了，把技能给交了。那外面2台的话都是30、40左右。舞女提前贴过来了。这样的话，487的一个位置在独栋，这波仙妖梦也可以直接把守墓人扔了，直接压出去，直接压出去。毕竟火灾这里是一勾倒的一个状态，但是仙妖梦拉到这个点位，487还没走，手上是有一个飞轮的存在啊。那这样的话只能去硬顶压力了，因为那边救完人，其实他还得跑路才能回去修密码机。对，还得跑很远。来看一下楼上的夹子还在吗？是交飞轮顶掉了夹子。哎，但是那边也是跳下来了。跳下来了。属于是一边回头了，另一边又给你点儿。对，那感觉。哦，这波飞轮也是暴露了，没心脏了。可以拉近身位了。现在487这个位置就不太好走了。再给到一个减速盒。看一下一波勾。哎呦，这几波勾。都躲得很好啊，487一个蓄力刀，气囊了。但是可以看到守墓人那边密码机已经补到了，密码机的进度还是挺多的。这波击倒的速度有点太慢了，被487给拖成功了。但是仙妖梦开门战呢，有一波针对的机会。是的，如果打到针对，还是有一个4抓机会的。对，因为火灾的话也是没有一个回光返照，加上他现在技能马上就要好了，所以我觉得这把还是有说法的。哦，有一个的8银河。哇，这把舞女8银河真是从头利用到尾啊，全局拉满了。勾回来，但是无所谓，对仙妖梦来讲，反正我根本不考虑去打你这个舞女，我确定这里去帮忙卡一下板。对，先把气囊踩了。那这里要不要开呢？这个距离还是挺远的。先去封了一下。是的，哎，反向的一个走位拉近了，那应该那边贴门是不是？还是准备继续扛，把这个钩子扛掉。终于是让舞女把这个钩子扛掉了。是。那选择了一波直接开，开完之后487那边可以去拉走，让小果冻在这边先架着位置。没错。但是2位的道具都不多了，这个地方小果冻应该是走不了了，两边都有夹子，都没飞轮，要倒地了。还有一手管门的机会。哎呀，可恶的8银河！哎呦，好久，真的好久。那487这边门的话，其实马上就要点开了。对，487直接在中场架着，这里传送，马上就要过去救人了。这个人可以救下来的，就是能救下来，但是因为独栋门也是没点过嘛，所以2个人只能说这勾失误了，不会吧？不至于，我觉得。飞轮马上要好了，看一下487应该是被看到了，这么远的一个距离，应该是能看到487。小果冻那边跳了下来，再往墓地门赶了一下，不过这里是车告到了。第一时间飞轮再上车，这边把握的非常好，但是看一下地窖的位置，在中场。是的。那舞女趁这个时间可以赶到墓地门去，487手上没道具也没飞轮，感觉是比较难走了。没错。就算这个地窖在墓地，其实也不太有机会啊，毕竟这边钩子也好了，直接打倒。那双方在第4局是完成了一个平局啊。那这把平局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，可能
差以外，其他的几位都有道具。古董商虽然说是比较容易被你针对的，但是他点的话，如果说选在木屋里面，火灾会先往大门的方向去拉点，那这个时候邮差被封击了之后，他也会往那个方向去，有可能会干扰，所以他有点不太好修。除非说你应该会安排2个去沙包。对，除非你去沙包那边。这样的话安排2个人去沙包，但是大门他有可能最后就剩下来3连了。对，但首先你沙包那边可能得有2台密码机才行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应该是往火灾的那个方向走，还是说要去中场追一下古董呢？哦，这里很清楚仙妖梦的一个走向啊，知道他要针对古董商打。不过这个选点就是这个走点的方法的话，反而是给到他们去破译的机会了。没错，破译的密码机会快一些。回头看到小明，知道小明可能会带这个化险为夷，想过来把他处理闷掉他。邮差这封信给的非常晚啊，是确定追到了以后才给上的这封信。直接选择悬停往外喷，这个距离虽然沉默，但是可以去有个短板。对，没有选择去往右边的那个窗户，就直接进板。一个蓄刀骗到了，到了，这就很赚啊。对，这个卡红光骗得非常漂亮。移形马上就好了。没错，下一只猫只要咬到，基本上移形是可以直接秒的。2个窗台，但是踩到了。没错，这波击倒速度非常快啊，非常快，而且还闷掉了一个搏命。1分钟倒地。那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讲，甚至救人都有一点压力了，对吧？没有带通缉。小蝶的一个位置是从月亮门的方向绕过来了，耳鸣已经响起。不过还好，小蝶那边是多带了一个化险为夷，那相对来说就会多一点机会去拖密码机。有没有 A 晕 A 的机会？这个圈很小，看一下有没有操作空间。对小蝶来讲，他现在就是先拖，把这只猫的时间给拖过去。那这样的话，有可能淘汰镜都要卡过半了。提前贴近，看一下怎么说。感觉快达到半了，这也太极限了吧！是的，感觉随时都要过半了。当时仙妖梦感觉那个距离想打 A 晕还是有点太难了，那个圈太大了。如果说他继续往后退，再卡一会儿，那个晚点让他进入眩晕会不会好一点？但至少他还是成功把古董商状态打下来了。不过也是让飞行家有了一波多数的化险为夷以外的这么一个机会。那密码机现在其实还是有点不太够。交喷倒角落。是的，这一波救人很赚啊，甚至是把古董商的状态都给调整好了，还能再绕，哇，真的拖了很久，多绕了半圈呢。是。那这波如果火灾调查员来脸上卡着，他是可以不救的。我觉得求生者这里是有可能说没想到飞行家能拖这么久，不然的话他们应该不会去进行调整了。把那个调整再抢密码机用来破译的话，密码机应该只差最后1台了。然后现在他多牵制了这么久，这个人你又就得考虑要不要救呢？就因为时间可能说有点机会。不过飞行家是没有回光返照的，看下这个气囊过去，2个人分不开走，想打一个双倒。这样的话，小明也有机会能够继续转进大房，但手上的移形已经好了。仙妖梦，不过可能现在的话不敢直接随便交，因为这边的话交互还是挺多的。对，他现在是等一只猫再说。看一下这封信，是一个遗书信。哎呦，还是晕到了。看一下场上的密码机，还差2台需要补。邮差在摸火灾。他们太稳了，就是冲着稳稳的幸福保个平去的。对，就感觉没有说打得特别偏激。看一下最后的一个密码机分布，沙包2台加小木屋1台，距离离得还是比较远的。但仙妖梦想控住这个场的话，还是有点难度。我也是很快的找到了487啊，半状态的487，如果能够快速打倒的话。也还有一点说法，可以继续来回拉扯。卡了一波红光，骗到啦！哎呦，不过可能整体的局势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平局。是的。毕竟仙妖梦这一波，如果说强行拉出去的话，求生者脸上是有一个密码机非常近的，他们是不用跑图，可以快速的去进行破译。
但小蝶卡的位置很远啊，卡到了大门方现在向，香门好像嗅到哎了。呦，排到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小蝶它是没有带一个回光返照的，所以可能要换一下。对，邮差必须动了，因为这个位置古董商一定是救不了人的。暴露没心脏了。是，看一下这个位置。 直接选择传送回密码机边上，这里已经过半，然后可以顺便逼救一下，因为古董商还得从大门赶到木屋。他逼的一个位置太远了，香梦这边反应的非常的快。是的，一只狗先晕到，然后把板子清了。这样的话，反而是对，这样的话脸上两个人有回光返照，他去踩板去了，那密码机有机会够的。开门战也没传送了。是。 接下来一个技能，反向弹射，但是想再处理的话，这猫来得及吗？哎呦，这样的话，范围还是太小了。火柴我肯定就冲大房去了。是的。然后想回头去找一下小果冻。点位找小果冻的话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小门一定是会求生者贴过来，那你如果说火灾从沙包跑到大门的话，也需要时间，所以他现在就得赶紧跟时间赛跑了。而且他这个追击的话，其实小果冻是能进木屋点位的，所以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快的击倒节奏，所以他又想回来去找一下大门。没错，大门这个位置487也是在给压力啊。如果你追古董商的话，那487那边是可以把门很快的抢开的。看一下，不过487也没有回去点了，应该是想更求稳，直接往小门的方向走，不给机会。回身。 一波止戈没有打到，看一下这个点位挂上移形还差10几秒才能好，应该是不太拦得住了。那边其实也是快到门了，看一下4秒、3秒的一个传送1秒钟传送过来，但是人已经到了门里面了，所以是拦不住了。那成都狼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。 真的就只差一点点啊！当时如果可以在你那个倒地前给你造成一点麻烦的，比如说像前锋那种提前球，或者说你路过小说家，他直接给你来一个隐喻换位，然后砸头，这种节奏其实也挺麻烦的，就可能会断一大波节奏，提前逼出你的移形，或者说提前逼出你的兴奋。 那这把的话，成都基地是必须要去争一个4。那的话，这些求生者都是有强行救人上化险为夷的能力的。而且这把最好前锋能够稍微留点球，等到开门战的时候用，收益会更高。是，来一波撞救之类的。对，你前面先可以就省一点点嘛。没错。直接往大门去，大门是18的慈善家。 然后没有选择拉点啊，原地躲，但是脚印好像刚才最后呢是能看到一瞬间的。哦，露头了。哎啊，这你都没看到吗？刚刚大半个身子都在外面。这有点原汁原味了，这邦邦。哎，还是比较纯正的。哦，来到了脸上，但是直接拿到一刀，我觉得还是赚到了。是的，这就是你躲它会出现的一个弊端啊。弓箭手这里第一箭直接空后撤弩箭，但是自己的位置很危险啊。前期坏了，有点多呀这。可以利用一个眩晕的后摇，刚好取消自己踩板的后摇。那这一波2个残状态的人。 这把他也保了，就保着保着，大家互相一个换位，然后再接上隐喻这一套小连招，自己还能把自己下一本隐喻吸的差不多。他就不要想太多，因为他现在手上已经是有遥控雷了，所以这里脚印追别，不至于吧？这么大一坨，这脚印应该是藏不住的，感觉成都继续这边有点太想利用他们的一个躲藏了，对。 而现在的话，其实夜雨他的兴奋也还在。马尾过来进行一波救援，想把隐喻给吸出来啊！那夜雨这里也不给机会，主要是这把兴奋还在手上，弓箭手下来其实不太能牵制的。现在的话直接掏，打到了小说家，那这里应该会反向来一波换位，这样的话让弓箭手能够跑得更远一些。这里能不能顺便雷倒小说家，打个双倒？ 哦，甚至直接要换挂了。但换挂的话，其实求生者那边感觉还是比较能接受的。如果现在外面这么残，你还要继续把这
弓箭手提前上2挂，其实会更难打。那监管者也能接受呀，因为对小说家他是暴露了自己的飞轮嘛，以及化险为夷都暴露过。而且求生者那边是只能前锋过来救了。哎，撞救！救！是的，但是兴奋直接躲开一个飞轮，先躲一颗雷，再扑，直接掏了下来，没有化险为夷了。小说家隐喻吸不出来。是，那现在的话，其实枯草逼掉了兴奋之后，感觉还得过来 OB 一下才行。对，接下来就得全靠前锋的这一波倒地 OB 了。先扑雷，但邦邦又是不怕你倒地 OB 的，这里难道撞救吗？先放下来防一波撞救他。继续扑雷，没错。以前可以先扑个2秒。哎，直接撞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前就是前面面说的。说的，其实他能防，但是其实对求生者那边也会防。是的，那这一波隐喻如果吸出来的话，还能坚持起来。但是，但这个2连的话是直接击倒了。没错，看一下遥控雷还没好，慈善家过来沉默技能哎，慈善家那边得前保一下前锋才行。是，但是你这样保的话，密码机它不就更停滞了？小说家这一波，哦，这刀，哎呦，是没有造出眩晕效果来啊。给真人9段吓坏了。然后来了一波人皇步，那现在有点难受了。1/4状态的前锋怎么去操作这波救人呢？留了一点点球，但这个球全下来都来了。很大。皮皮虾这一剑得中，看一下怎么说。哎呦，大刀哇全部倒地。 3分半全部倒地。是的，有点像想要揍监管者，结果反被监管者那边揍了。其实这就是蹲起来或者说躲猫猫它的一个弊端吧。就是你如果说成功的躲住了，可以拖很久时间，但是你没躲住的话，前期给到的代价太大了。那也是恭喜成都狼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在昨天跌入败者组以后，他们今天的状态调整的确实是非常的快啊。而且能够看到他们其实在，因为整个 BP 其实第一把的话，大家都知道就是名牌来的。这个点的话，进独栋牵制时不会干扰任何密码机，非常好的一个选点。 3包1的阵型直接选到了2楼下的位置。好的，这把是带了一个兴奋的，针对性是做得很好。但奈他奈的话，就直接找弓箭手嘛，对是因为这个阵容直接毕出来了竟弓箭加教授，你这个兴奋的收益还是比较高的。对，哎，回头哦，还想要来驱赶一下中场。小天赋是点到了巨钳和通缉，感觉他是对这个大副有想法啊。还是赶一赶，等身上的愿力再稍微多一点，再去找一下这边弓箭手。对，因为这台的密码机是直接封到了墓地，所以会把奈奈往是外驱赶。那现在的话晋升很快，最终还是去选择追，对，剑手里有2个龙子，但他身上也是有鳞片的。其实这个道具都不着急交，没错，100这个位置愿力，看一下怎么释放。教授去给到队友的一个保护还是很厉害的。没错，骗第一一个后弩，仰，然后再加上射一箭，直接射出来，拆笼子，但是我还是拆掉了。手里还有小鳞片，但愿力的话还是比较多的。对，但这里有手刀黑龙，那这样那捏捏现在就想要进去剑但了，是关不对进。去有点尴尬，而且哎，还卡位了一白下，交了是没错。往前面的话，感觉又得逼一点道具了，从后今天面过来放。的非常好啊，是的，兴奋有的呀，有点压力。他这边直接钻过来秒掉了。没错，这就是跛脚跟这个弓箭手就是一个很误开的情况。对，而且刚刚也看到奈奈是没有沉住气，率先把秘弩交出来，但现在手里没有秘弩，去面对跛脚羊的一个压力会更大。然后他当时那个笼子钻不过去，导致说这边奈奈他的一个牵制思路彻底乱了。嗯，这样的话，大副也是来的很早。没错，来看一下星河这一波救援，哇，这个方向骗的真的很好。还是比较克制的。对，有一个小的一个走位多拖一些时迷间。惑到了。对，哎，哎，那这一波无伤救就很赚了，哇还能帮忙拆一下笼子。对，这波对于妮妮来讲，无伤救最亏的点是什么？最亏点是没有存在感，所以还是要来压一波大副。对你多交了一点愿力，就意味着你等一下击倒弓箭手要花更多的而且时间。他给到弓箭手26的机会了，已对经转到独栋这个点位，手上还有道具。没错，来看一下这边，上到脸上下楼是有一些卡笼子的机会的，对，但龙骨弓也不太好交而。且他这个弓箭最好是提前交，嗯，对，给他先挂上撕裂度，嗯，但他就不太好躲。直接兴奋过来。刀，啊，那没办法，对吧？那兴奋就是为了这一刻来准备的嘛。我看到另一边状态回的也很快，已经把大副摸满了。是，
这一波救援还是为求生者扳回了很多节奏的。没错，现在场上还有另一个化险为夷已经赶了过来，但是是直接通缉到了小迪的。那捏捏这里是可以直接过去打一下逼救的。不小迪过这个是教授呀，也没问题。我讲非常一个飞轮头疼的一个角色。对。喂，但是第一波飞轮失误了。失误了。不过现在愿力有一点点差的不太有够，月龙到脸上，哎，被卡住了。被这个树顶到了，可惜可惜。哎呦，还可以顶回去，甚至可以把它拆掉。距拉得更远。那这样愿力是没有了。MIC 这波配合非常好。双边的在这种紧张刺激的一个高强度对决当中，还是会有一些意外发生啊。是的。看一下，感觉得交了吧？这射，哎，是命中核心，非常漂亮。但是这个笼子可能不一定能废掉。这个点位还是比较有压力，但这波进板没选择直接进。是他毕竟的话，他的一个移速还是太慢了嘛，相对于波将来讲。对。这个笼子的区域他进不到另外一块板。那这样的话，密码机还剩最后一台，要进行拉扯。对于监管者来讲，还是有争胜的一个点的。没错，最后一下通缉是通缉到了大副。对，而且他现在很明确的是，教授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对，飞轮以及化险为夷都交过了。对他2波是一起交的。对的。直接往墓地过来赶一下。排人方向很仔细，排得很好。小迪的话，耳鸣响了，那能够确定一定是在墓地里面的。作为一个抗压位，你有可能会变成监管的一个突破点。对，但现在鳞片的 CD 也是好了的。而且教授这个点位，如果一旦没溜起来，很有可能会被挂到地下室。是，但现在没有排到人，稍微有点尴尬。想交传送换节奏，但是2个人都满状态啊。没错，他现在很着急，就希望快点有点上官节奏。但木偶师这边他是能拖很长时间的。对，也是最好溜波将的角色了。但是这里想摊这个钻笼子，没有选择交路易。对，路易没交出来，会有点小压力。那下一波，到脸上飞轮怎么说？得摇路易。得摇路易。看一下得回去。还行，也行。这波还行，至少规避了一下倒的风险。还是吃3个笼子嘛，少吃1个笼子。是的。这个笼子是你还想卡一下视野，骗他翻过去，然后再钻。但这边画刺很稳。对。这个距离还是比较长。是的，到脸上了，有刀。可以。对。骗到。但这波2节奏其实已经拖了蛮长的时间了的。挂上的话，留给捏捏去控场的时间也不多了。这里大副最好就直接贴过来秒救了，因为密码机是能压好，他不要让他去有时间管到墓地。而且另一边的话，教授、飞轮以及鳞片都好了。对的。哪怕说你也想要去找小迪，小迪可以直接强开的。这波巨前是想直接挂到了小迪脸上，他想先去锁密码机，但是摇下来了。但这段路确实是比较长的，直接是一个满状态的木偶师。但是他肯定帮不了木偶师，对，想追，但是木偶师没有摇，那很糟糕了。小迪也在脸上，那小迪直接在脸上的话可以直接管的，现在愿力是很够的。这个飞轮怎么说？绝对不能失误了，被骗一波。台上在骗，还在举龙压迫，还有一波交出来了，还有最后一层，再交，捏捏太带压力。不过还好，这边小迪也是交鳞片进板。没错，小迪是把能交的都交掉了，甚至还倒地前翻了一个板。但这个点位倒了之后，他带的飞轮摸的也是比较快，这里要先处理木偶师。黑龙钻回来，把笼子拆掉，极限距离想举到脸上也可以，让卡时间把人牵过来，然后再挂上挂脸上。那他现在有巨前的，其实可以等。没问题，那小迪也肯定是走不掉了。那这里应该是打一个3抓了，求生者应该也没有太多的想法了。其实看本站这3个人的话都是有牵制能力的，只是可惜了，就是木偶师的话他想要去骗一波再操作一下。对，如果说那个时候花慈把自己路易交出来，是能够保证教授走到中场的一个建筑物区里面。他交出来路易他能硬吃一刀嘛，而且他可以选。对。没有赢是因为没选到。好，那这个阵容的话还是就跟刚才差不多嘛。你上一把的话是我有一个弓箭，然后这把的话我是要追这个气象。但是求生者这边那个天赋选择可能会更加激进一点，因为他们只需要保平，所以化险为夷可能带还比较远的。对，对于波将来讲，这个选点好处就在于求生者一定会分开，开局就能打乱你们的位置。我走到气象脸上的时候，我愿力其实也已经差不多到1。好。来吧，这局是带了一个他是闪现的，从甲门这个方向过去，那其实还是压下木偶师的位置。但是选择再往中场2楼走。回野是直接开始破译。那这样的话，2楼这个可以 solo 一下啊。我感觉可以再举龙压迫一下的。要不然逼下来呗。感觉的话，你大副你也不是很厉害，我先骗你个表。哎呦，直接来了一个平 A， 感觉可追。存在感拿的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样他受伤的话真可以追。对。而且这里还不好交回表，哇，坏了！哇，上来就直接给到了1阶。那我这个笼子不用来框你了呀，我把你路封住个。
感觉那他可以先走上去，因为这有个大副这高低差。波牵制好像要出问题了，有很大的压力，回头直接一个摇表哇还好，还行也还行钻过去对，了。但这也是一个直道，哦它是可以来回八字龙的，对对没错。知道你在笼子里，看一下第二段摇到，到第二段，还想抢压吗？白鹿，他不着急了，嗯他，现在等你的第三段表结束，因为我前面拿刀太快了，对，等你的真空期就好了，我手里闪现也好，对，大不了我就闪现直接击那倒，躲掉了这段摇再标，闪直接闪现过来，都不省击倒，没问题。而且他现在手上阅历还很多，这一波救援其实压力是大的。还闷一个化险为夷主。要是把圈吞掉了，而且抓大副的话，其实是有点影响求生者节奏的。对，再挂到陶完脸上去干扰一下密码机。唯一好的点就是大副这个角色他本身是比较耐挂，对，现在是通缉到了过客的莫武师。而且脸上的话气象也比较有压力啊。对，等于我现在场上你们两个人的位置我都是知道的，哇，这那很糟糕了太。秀了，这里有点尴尬了。气象是没有问题的，问题在于白鹿他操作太好了，利用自己的一个跃龙把刀提前出了出来。是的，看到了魔师贴了过来，那再拿一刀就准备开二阶，呃二阶跛脚羊。那这把求生的一个节奏非常差呀。而且会消耗很多的道具。对所以看一下一再我还波跃龙，不交道具，但龙没放出来。再骗。他应该是想骗看一下怀表，嗯，那这一波的话，这个侧刀没有打到。哇，还是但这里有很多的黑在这个龙，找了一个他的缝，位置好是难受千钧一发但之际这里还是钻过去摇到了，还可以再活一下，哦，这波非常关键，直接在脸上摸吗？对，如果说刚才被打倒了，他们是没有时间。想要给回忆分一下压力。对，但现在的话，他起码说还能把状态补好。对，而且这个笼子大空地没有博弈机会啊。是没办法。那好在外面状态也是调了回来，是，可是密码机破的还是比较少。而且回忆的话是一个二挂。二挂换3台密码机，不过也等于是拖出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嘛对，。但但是这里还是通缉到了莫武师。对于白鹿来讲，这把游戏肯定是平起，而且是要大概率多抓的一个节奏的。现在其实不用着急交愿力啊，他可以先平 A，但是感觉哎你往后走了以后，觉得有人要来偷了。但也没是的，但舍不得，舍不得，因为实在太耐做了。一个是耐做，另外一个是他没圈，他如果有圈，他可以逃。对，还是要让莫偶师再来救一波。这样的话，焦路易一直在骗，博弈，对，但哇，快到了！还好极限又摇出一段，就是一个很稳健的救人嘛。没错，传过来再给那直接去角落。他，熟练度真的太高了，白鹿。他要用命去换掉场上第4台密码机，但是第5台的话，其实场上这几个人的抗压能力，也对于一个2阶博奖来讲也还好。嗯，但主要是接下来你看技能快好了，底牌到时候一切直接去找莫偶师就好。是还有这把的话，机会闪现交的比较早，所以底牌会比较好切我。感觉莫偶师这个角色的机制就是在于这里，他是，对吧？满状态的时候你确实很难追，但是我一旦受伤了，你这个状态不好补。看一下这个通缉给到气象，气象的位置还好，在 S 板。白鹿现在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3人3台的一个节奏。是这里是2楼卡这一个空调，嗯，不过白鹿现在的话就有点小亏了，因为愿力已经满了，他要尽快的进入追击节奏。但是这个密码机分布是不是有点差？2楼白鹿的嗅觉好灵陆地还有敏啊！ S 板，对，都在一起了。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近的。这个位置，来落地刀，空调还有一波落地刀，空调还要被卡在楼上，而且白鹿他现在是不贪的，他要到处去游走。对对他你们的状态，他你们的道具，把求生者状态控下来，中后期求生者就很难有一个而且这个位置可以放单向龙，是他可以钻过去，但是陶安出不来。交锋，高峰看一距离还是很下，近还是把它卡在里面，刚过来，飞轮飞顶掉。轮然后后面过来，但这里可以卡板的，能飞掉一个笼子，没错但是下一个笼子怎么办呢？再去捏风，看一下这波道具，小可以全中，那头安在这里牵制了还是比较长的时间的呀，是的没错， 2个笼子了这。个板区还是比较复杂的。那这个啊发自龙走脸上，跟过来有刀吗？有刀了，这个密码机已经90了已，经拖了很长时间了，而且这把的话，大家都是有回光返照的，是的。想再回来密，码机求生者要不要选择直接亮我？感觉直接亮吧，不要让他拖愿力。但质量会有点危险。主要是现在没有人贴门，他们想给一个魔术贴门的身位。那白鹿也很聪明啊，我不交任何的愿力，现在你们场上的人我都是知道的。是的，回头的话想抓一下木偶，但木偶是毕竟是个满状态啊，没有那么好抓的。这个点位应该不太会出问题。打一刀，前面见到双11，其实这个地方跛脚还是比较难处理的。哎，再用诗句扛一刀，哎，一波下板，了，板子有点着急了。嗯，对，那边门不敢点。这局白绿好，他点是在点，但是手上有传送，好像要。得有个人过来卡一下但。是这个耳鸣是不是给的太早了？等一下，这一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多抓他变的。想救，他走到这个位置，他是想救，
就是要去保另一边门点开，走掉一个。两人同时把龙给拆了。那起码要给一个走1，这样的话哪怕被找到了，我也是能稳。隐身跳下来，刚好撞到脸上，闪现直接击倒，稳定的3抓。是的，白鹿也没有太多想法，既然你就是选择过来给你的队友分压，那你肯定是要留在这里的。他其实就不想活了，我就保证说这把我一定要拼死走一个，不能让你4码，是的，因为这把我平是很难平的，但是我走一个的话，我第一把没有劣势，没错。是吧？等我保平特别稳。那我选艾维，那我这张地图呢，我也可以去争多抓，而且你这个阵容呢，我是不怕的。对，不如抓住你这弓箭手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去。让邮差去拉开，然后你这边应该是会去小门来找我，但我这里点一个佣兵。但捏捏这边的想法就是，我选择右上角去发挥我这个角色强位移的一个最大的优势，先把你密码机封住，然后我本体压佣兵，然后伊斯人去中场找人也好，去寄宿也好，都是。来看一下，伊斯人想要去找佣兵，那本体的话就往弓箭手方向去靠了。对的，当然肯定开局不会摸密码机嘛，张狂挽留加闪现，只是说先给大家都上压力，图还是比较小的，很好去给他们寄宿逃偏。干扰一下密码机，对，让你不能修得那么舒服。没错。那奈奈这个位置提前走，其实这个时候捏捏是有想法的，他想本体追人。他这样直接1赶3，佣兵赶起来，弓箭手赶起来，然后再追一下这边的一个飞鹰家。前面这个位置追猎快起来了，没错，只要是可以尝试叠起压迫一下的。来这个追猎的话，你是被迫要交道具的。我翻窗的话也是断了一下他的一个移速，但像伊斯人也在花刺这边，伊斯人本体重叠了。想要去动一下飞鹰家，还是选回头寄生一下弓箭手。现在妮妮还是在两边拉扯，先全员同时追寄宿一下。好几个人，怎么小还迪是来找一也追一下？下小迪，感觉最后还是要回来找一下小迪。哇，没办法再拖了，再拖的话，求生者的位置以及密码机都其实拉开了。这个时候闪现已经好了。第一口喷没喷到，对，邮差这边是有2波小小的一个回头的假视野。对，是的，他是秒丢狗，让你觉得我回头了。而且侵蚀度其实叠的还蛮多的。看这个位置，捏捏会不会想着闪开吧？我觉得可以考虑闪现去接一刀，但是他们他说我抽刀给了抽到了，那前面闪现就可以收走了。那这样的话就压力非常大了。先喷一口。是的这个时，候弓箭手也不敢在旁边，得要拉开距离才行。要不给他补一剑呢？先把先把撕裂值补上。对，挂上补上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就要去追击的话，等下会被眩晕。但捏捏这边其实也不着急，我大不了就再等，因为他从另外一个方向前期密码机其实喷他一口。对，这个时候可以传送回头，刚到脸上，喷到了喷到了。哎呦，那应该是要倒，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活不了。狗也来，那有个回声狗哎，稍微的去远了一点。对，操刀。对，这边弓箭手的密码机也是不太好修了。没错。其实小迪这一把牵制的话是主要围绕着中场，所以干扰弓箭手会比较多一些。但外面密码机修的也比较多，其实也比较分散了。是。其实能感觉到求生者他们是比较谨慎的，但是感觉捏捏他这个抓机会能力还是非常强。对。回来补一手寄宿，看一下佣兵来的位置。这手邮差其实是有一定的26空间的呀。对，佣兵应该能吃一刀救人，然后保他一个26。过来，40算是一个比较危淘汰险进度还比了。较健康。 80、90可能有双倒。吓人，但是极限弹了出去。星河这个救人实在是太完美了，教科书级别的。骗刀救人，然后再弹走，不给2。那现在妮妮还得再等一波寄宿 CD。对，这样的话，邮差的一个花显位时间是能够拖出去的。他们本体一直在跟的话，佣兵的侵蚀率也不掉，其实还是佣兵也有一点紧张。对，而且倒到这里，花瓷其实快把密码机修开了。等修开之后，这个位置是其实没有什么遗产干扰到的。对，现在2阶是已经好了。小迪肯定是活不了了嘛。那他毕竟是没有携带这个火光返照的，开门战应该也是一个问题。就算这把密码机压满差不多，但是他也是吃不到的。对，想的也是尽可能把这边的3连给控出来。要去压迫一下佣兵，毕竟佣兵已经受伤了。可能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往平局去发展的节奏吧，但对监管来讲还是有机会的。毕竟弓箭手在开门战的一个生存能力是非常差的。是的，艾维还是真的很克弓箭手。而且选传出去，一刀也可以，因为2阶的一个侵蚀传送 CD 已经好了，4秒钟之后是可以直接寄宿邮差的。他打一个慢节奏的拉扯，他这样的话先把密码机站住。他甚至可以挂一波佣兵。对，然后呢，刚好这个时间呢也是你的化险为夷时间，所以说我是完全不耽误的。59侵蚀度，现在邮差没办法回头放口，就是一个白板。对，没法操作呀。这道具不能交啊。现在飞轮对但是隔窗刀。啊，那这样的话对于监管来讲有赢面了。佣兵的一个位置是一定要飞行家去摸的，
他这里太尴尬了，必须要把它摸起来。那你想摸的时候，到时候飞行家又会给到陶片，给到陶片就意味着熊者身上还有侵蚀度，侵蚀度再加上到时候17秒之后的一个侵蚀传送，熊者会很有压力啊。是别的没关系，佣兵别持刀，飞行家是可以给刀的。那这一波落地的话，可能会逼掉比较多的道具，闪现这个道具马上感觉也得提前交啊。交的。对，不能要给他任何的闪现身位。佣兵开门战就是大白板，更别说现在追猎起来，看能不能进前面的板吧。这个闪有点极限现得交，闪现得交有。点极限，哎，回头少回来管。骗到了飞行家这一刀应该是有了。大喷喷走了呀。哎呦，想在空中直接截停打下来。但是刚才交闪把佣兵击倒的话，可能节奏会更好一点。是，那现在已经在外面起新的机子了。可能想的是他觉得佣兵挂不到遗产，想对去打一个拉扯的节奏。那你也想着是这手闪现再留的稳一点，不着急。那这样也会导致外面的一个佣兵有摸箱子盘活的一个说法。对，还摸到到一根一根针。现在每个人都很谨慎，知道你的闪现肯定是好的。对。他刚才去直接衔接到佣兵的一个节奏，给求生者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。或者说在艇上走前一点，在飞行家悬停之前闪现给一刀，因为那个时候侵蚀度已经70、80了。对。只不过你也看的是真的很求稳，他想慢慢去找机会。他规避任何风险。嗯。但是他对他来讲其实也是对的，因为一个技能我可以一直不讲，我哪怕拖到开门战嘛，我开门战3人的话，我也是有一个多抓点。是，现在可以尝试去压迫一下弓箭手了。求生者也开了第3台。闪开的弓箭手一定要倒，外面的密码机其实修得挺慢的，毕竟是给佣兵在修。想秒弓箭。可以秒，我觉得可以把伊森收回来，或者先去给星河补一波机身，然后再回来。对。但他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时间啊，因为也怕弓箭手拉脱范围，然后去掉清。你看弓箭手一直走不了。是的。飞轮想清，但是没消掉。这边是捏捏提前喷了一口，导致弓箭手这边那个飞轮捏得慢了。哇，我感觉他这个时候也不用去守弓箭，他完全可以再去密码机那里给压力啊。现在捏捏就是控制密码机，首先拖闪现，其次是消耗求生者的状态道具。但下一再过去的话，其实密码机肯定是已经压好了的。哦，还是差一点，还是差一点。而他就这样时间差了。这个陶片没拆掉。对，他可以通过这个时间来拖闪。尽量在这波平地追击的同时拿到分家一道状态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对于捏捏来讲就有一个很大的赢面了。现在道具是完全消耗完了，飞行家这边只有一个飞轮。现在是可以给你求生者摸的，没有关系的。我刚就是为了挂你一波弓箭手的一个次数，也是要调动你的佣兵，慢慢的去刷你挂机的道具跟状态。没错。而且这个时候对于你来讲还有点急，但是这个飞轮交出来，其实说实话，花瓷天赋暴露了，飞轮加上画像位移。对。这就是捏捏第二个想法，我可以慢慢去摸你的天赋，一旦摸出来有人没有回光返照，那求生者这边可能就要出点问题了。是的，是的，他现在可以摁追这个飞行家，然后时不时伊森再看一下。而且很恐怖的就是这局只有佣兵有，所以说你这个开门战是非常难打的。弓箭手的话，在中后期拉扯，对于捏捏来讲其实不太怕，能保住自己，但他是尼布萨过河保不了队友。现在捏捏不着急，拖闪现。对，满状态的奈奈也是想说帮队友分摊一些压力。佣兵上来还在我脸上敢看我，直接怎么敢看我的？有一波挂人的机会，把状态打好。佣兵的话是压了针，让自己回了一波状态。这波其实捏捏这波还是没算到的。他利用了自己的一个特质，就因为我是延迟受伤嘛，那这个时候是可以把状态补满，骗了一波2阶。现在捏捏其实有点难受。因为再拉扯下去的话，求生者这边密码机一直在涨。对，3台机同开已经蹭到了，其实平均值都已经来到70了。是，所以对于捏捏来讲，想要去终结这场比赛，这个闪现就可以考虑给到谁。就对他来说，现在也是差不多了，因为技能已经拖出来了，要开始收割了，准备打开门战，到时间了。那肯定是一个3人开门战，但就看怎么去运营了。先压迫弓箭手，让弓箭手密码机收得慢一点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尝试打击倒节奏。走过来打佣兵是对的，因为打佣兵的话，开门战就没有人能扛刀了。但是打佣兵手里是唯一有一个回光返照的角色，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点。没关系嘛，因为反正他但是这个侵蚀传送他是要管门，交掉了会好亏，所以现在本体跟伊森得一人一个门，他两边管门。那然后再去拉扯，对，求生者拖你的挽留。是。现在对于妮妮来讲，拿不到外面的一个飞行家的身位。如果说知道飞行家在另一边半场，那是可以直接考虑闪现击倒弓箭手。所以他现在也在找到花瓷，看到花瓷，找到手里只有一个飞轮。那寄宿花瓷，然后这个时候本体可以压奈奈身位，同时1、4人可以调回来了。
没错，他这样伊森的话，掉回来，你也想100的啊佣直接兵放出去了去打眩晕，但哎是但是一个切入飞轮还顶掉了，只能被迫把闪现现给交掉。点开了开了，那还好。我觉得刚还是亏，刚可以寄速完飞家之后拿到佣兵身位，再回头在我们版本的一次次变迁当中，算是被求生者摸透了。那仍然还是有他的上限在的，4大天王还是占据一席之地嘛。主要是这个角色他手可能比邦邦还要短，他的这个喧嚣，他是能玩出红夫人的感觉的，对就是他就是远程双重惊喜疯狂的给你上球，然后对，可能你还没有近身呢，你已经要掉中。他会不会尝试去选择幸运包裹开一手机械娃娃呢？他主要是他也不好去找，他这个时候再去找的话，已经拉。来看一下追击目标放在谁身上，先要往中推的方向去压一下这边守墓人。有点想去提取一下存在感，是不是？那陶丸离得比较远，就放心的摸一下傀儡了。这个这么远就直接下铲，尊重，尊重太尊重了。是的，这里有一个机会，但直接跳球了。场的杂技还比较难追，不过他这把是带的纯化形原因，是的，还好，可以去尝试一下。球的 CD 是马上续好了，再跳回来，这消耗道具还是比较快的。嗯，看前面等下一波那等于双惊喜，双惊喜，哦，终于上到一颗球，上一颗球，对，这个牵制还是很稳健，他一直在交球嘛。对，是的主要，是这个点位，你看这块板子绕了好几圈了已经。但感觉好像这个道具消耗量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就是一下子已经跳了好几次了，3次了。对，对于喂哇拿到可以，以。非常好，那身上状态其实保得活，这一波如果说双惊喜没上到的话，杂技伤的一个惊吓标记是要掉了，不过还好上到一颗。在小走位，没错。就牵制学校这样，你让他一阶来的越晚，你后面越有胜算。这个时候直接是把移形给交掉。是的，移形开刀，这个你要被架在里面了。看双重惊喜能不能给到吧？哎，上一个红球，还不是双球回头。哎空中飞人又回去，牵制的太好了，哇！而且红球已经续出来了对，，把红球，但是这一刀是没办法，是吃到了。毕竟喧嚣的一个基础移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是1分半的时间倒地，外面还有一个傀儡的存在，其实这把密码机的进度会比较快一些。虽然说现在杂技是一个白板了，但是他现在这个牵制时间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嘛。那这把的化解为带的很足啊，这个2个套圈出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了机枪直。接飞过来，是直接无伤贴到椅子，仙女下凡了，还用飞轮清掉这了。么秀吗？虽然暴露自己天赋，但是没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外面还有个幸儿当成机械师在碰密码机，所以密码机完全是够的。他而且下一波也不需要他来救援的。这对于白鹿来讲压力还挺大的。是的，尽可能想用粘土舞台来限制一下移速。第2波再来开圈的话，这个密码机进度真的是差不了多少。嗯，估计等到杂技淘汰场上密码机就只剩下最后半台左右。如果说他能36的话，那甚至还有机会4人开门阵。但是你得借助墓地的地形，因为他是没有道具的。就看到时候守门人怎么帮扛吧，会不会帮扛？幸运人手上还是有一把枪的，扛刀的话会有点难，但是卡板可以。对，一波征战出来直接重伤救，觉得摊一下守墓人。那这个时候2阶开启，过他是什么想法呢？他想要利用地形来牵制。但是追抢白鹿还有双惊喜啊，应该是要倒空地，哦，但是你看他这个走位，他就是想倒空地，倒空还地之后让想幸儿在旁边。那可以到角落里面去。对有枪现在你还是得把这个幸运儿这个时处理候你还得掉处。理陶宛安的幸运儿，到时候密码机就差最后中场这一怎台么。办？直接提前到要飞轮，隔着这一个板子你上球有点压力，而且密码机的进度真的是嘎吱作响，现在心态也会影响的。豪安在脸上，我还有压力很足中场现在没有人在修，对，那最后这个位置但这里的话不翻出去太能，倒哎，呦，卡角落一直上不到球，还差一打不到，个。那最后一台密码机很多了，打击了，当你面修，而且这边的话已经自起最后起来，我了觉，得这把枪可以考虑一下。 91的密码机进度，很糟糕，全家都来了。这个机子想直接开4人开门阵，有了，哇，再一波风推开，只是这波风推到陶完脸上，感觉幸运儿也燃尽了，太奉献了，已经燃尽了。脸上写个2个大字啊，这个团队。而且用我的星挂换你找不到杂件员，是的，就哪怕你现在把我幸运儿击倒了，但是你没有上挂飞，对吧？一个1挂的幸运儿，守门人也在脸上一直在给压力，这个大问在人应该很难点守，住的，对，守门直接硬点，就随时有可能被偷人，而且条道具还很多。
而且说白了，如果说白鹿这边没想好在掉。给到杂技机会，杂技手里还有个化险为夷。是的，因为他通的是守护人，所以说他能知道回有没有过来救人。等他看到回过来，就啊直接回去救下来了救。下来了，而且他是有铲子的。只能2选1，先选是逃完。逃完，那逃完这波双人没打到，哦，打到了还行。最后一波极限打回忆这边的三门跑呀。没点上，但星儿这边也是有一个自愈的。回忆得拖，得往地窖方向去拉往。角落带。对，大不了我这样子你击就卡角落倒我的话，因为你肯定还是得这个位置挂你是。必须挂的。对。对，那现在得回头挂。那全家都出动了，要过来拯救陶那完。这里的话要被点起来了，选择退回去让他自起。还有挽留的情况，那如果说你选择去挂一手星儿的话，回忆那回忆其实就能放心点了。对，基本上是能开的，看一下吧，强点。看一下，其实80挂上应该就开了应。该是能开的，留不住他应。该是能开的。就因为你要上球嘛，你是肯定留不住他的。那这波其实说实话就没办法，而且你看过客还在旁边等，杂前员还有一个化险为夷，有化险为夷在身上。他真的可以争4跑，但20因为秒你是的挽留时间感觉不太够了，感觉不太够了，求稳了，就走吧，求稳了，三跑就是三跑，三跑可以了，真的可以。他因为如果他带了飞轮的话，或者说他有一个球的话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对，是，但他毕竟是挽留做不过嘛。对。除非刚才他守门人的话没有选择点门，他在4号机里面，他压得很深，或者说守墓人其实不用走特别远，他是非常高的。但是邦邦这个角色面对冒险家，还是会稍稍有点不好处理啊。冒险家多好，别被发现，但是你要被发现了，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。这个角色只要你不被找到的话，你能带了这个密码机，旁边的话会有一块大石头能挡着中场，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人。等于2个思路吧，一个是选自己追人，另外一个就是木屋的话把大船给封锁住，然后我再慢慢的去找。但那样的话挪起来，其实邦邦本身小短腿找不到人，找人这个点位，底牌挽留加移形，直接选到了前锋的脸上，看一下大家的一个拉点空间。他这里的话是先把中场的人给赶走。虽然网星河这方向 B， 其实他还是视角就是看了一下冒险家的位置。来大船，对，还是要去找大船奈奈，毕竟左边的人都不好追，一个不好找，一个不好追嘛。对，小天赋点到了困兽之斗和愤怒。我也感觉奈奈他完全不怕呀，双弹飞轮的弓箭手，在大船这个地形，而且你还没有第一时间找到，拉得很远，开始进步压一下脚印了。但这里撞脸看到了，小卡了一下，对。感觉前面可以无伤再上到2楼，然后再利用自己的一个窗弹啊。对，看一下先风雷，是不给往前走，估计是只能等到自己一个技能好再去找机会了。是6颗雷已经满了，这个地方还是不是很好去丢。想射一箭，因为这个地方地形太狭窄。撕裂度已经来到了70。再交飞轮，弹射又拉开。对。主要是这个位置已经好了，对，但不知道这边技能带的什么，所以刚不敢这个撕裂度，哎呦，一波落地刀，有点着急跳下去了，是的，落地刀，那现在就被压在里面了呀，手上雷还是比较多的，而且捏捏不用动，C 人掉了。不过好在说现在雷有点续不上，那感觉捏捏好像更会玩弓箭手，他对这个角色技能怎么这么了解？对，但只能交出比较多的一个撕裂度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他这个位置还是要倒了。不太好交道具了，还是要交，但其实不是很能，对，不是很拉走了。他这个技能反而成为了就是捏捏追人的一个帮助，对吧？因为你觉得我有撕裂度，我下不去，但是我只要把你架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方，打一个落地刀，是。前方这边拉下来，我可以放下来啊，不好撞呀。没事，放下来可以了。对。放下来，然后再去那个楼梯口的位置放一颗雷。这一波星河还是消耗了比较多的球量的。对，而且前锋刚吃了一炸，对，状态也掉了。这个人是不好救的。放完之后上来炸，哇，两边博弈，直接打前锋，换命了，直接是。但前锋这把的话也没有携带黄反战，而且会被吞圈，这也是前锋带这个化险为夷的一个弊端。是，可是妮妮不知道，在妮妮心里，这个前锋应该就是一个单飞轮。但现在比较尴尬的就是这个人，你只能冒险家来救了。我什么我都抓你啊！对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没人能救了，对吧？那对于求生者来讲，现在就很劣势，因为没有人有圈。弓箭手还是在脸上的。有圈的这个人，他是个冒险家。对，这可以丢雷去压迫一下奈奈。看到了。对。遥控雷，摇一下，摇到了。你还能救吗？没有。很难救吗？恐惧震慑了。弓箭手还是不好救。半状态。先命中核心。抓一下前锋。前锋直接交手走。还好。但是感觉奈奈这个位置也走不远了呀，这就是一个滚雪球了。是，
现在前锋的道具也不多了，完全没有办法说来一波撞救。来不了。来不了，对没办法。那你把帽侠卖了，你更亏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这个节奏就是一点一点的，你可能被邦邦给蚕食掉的。他这个手椅带来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就现在的一个节奏完全是有点乱掉了的。邦邦这个角色是完全不怕换知挂的。道你们没法救了，我直接一上3-5对我个五雷直接轰击先让他淘汰掉再说。你只对能你肯定救不了，但是你必须得卡在这里。另一边冲击到病患，看到病患在摸，那知道脸上就只有一个。嗯，小迪马上就要看见他奶奶了，救不了，这个全员救不了。目送冒直险家接飞，对，那现在手里还有移形，手里还有移形可以再争节奏。不但还好他是通的病患，他对如果说这个时候通个前锋，通个弓箭手，那更打不了，因为你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没道具，而且没状态。看一下捏捏接下来的一个追击目标，他知道刚刚是有一个星河的一个前锋卡着的，所以他现在就在这儿找，很想找。看能不能再听到耳鸣，只要听到耳鸣就基本上能确定位置。对，虽然知道你花瓷的位置，但其实不是很敢惹，因为你道具还是比较多的。是花瓷这波给耳鸣是用来去混淆视听的，他想要掩护前锋离开大船，但捏捏其实在这个位置一直在听，听不到。那其实角度就最后一个死角了，是往大门走。在奈奈那边是慢慢的蹭了一台密码机，移形，行，不找了直接，开新节奏了。没关系，我不找。对，也知道我六颗雷你刚才道具已经用了很多了，只剩一个飞轮，怎么说？捏在手里，第一波上，哎呦，差一点，躲掉我了，而且这边刀没有打到。对，要不先把移形关了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2颗雷还是走位还是比较秀的啊。这交错的小空隙给他找到了。是的，哇，这哇，飞这飞轮，那轮这波飞轮稍稍有点快。可惜没有顶到。他这里要牵制很久啊，哎呦，还不敢干。能砸一板。对，但砸完板之后，你会发现身躯拉不开，因为受击加速已经被吞掉了。这边的话不定小扣时雷。哇，太准了，这里还有地下捏室。捏这个邦邦熟练度太高了。对，本来想丢个远雷去干扰一下的，完了，等下他也要被塞5个雷了，这地下室。现在外面只有一个前锋在破译，密码机进度很慢的话。是贴过来，因为这个人是必须得救的。对，必须得贴脸救的。对，这把就有点太难打了，现在二级听到邦邦他就雷很要多，先守了。对，花瓷直接要勾出发，能勾过来吗？哇，飞过来落地的地方很平稳，它是有飞轮的，可以操作，飞轮躲一下看一下飞。轮先顶一还想波。要再度喽，但是好救！压好，哇这道密码机不够啊！他是目前唯一有回光返照的，弓箭手也不敢救，弓箭手哪怕有回光返照，他也救不了。没办法，得开了，谁亮了？得开谁，亮了？亮抢打不了，对，得这个肯定开是。不能救的。是，现在所有的位置都知道，我觉得就卖一个队友，然后保另外一个人走门吧。奈奈的话状态很差，不能吃遥控啊！这个位置吃遥控的话会很糟糕。看一下这远程雷，哎，但是前锋是过来救人了，他没有选择点门啊。手离心好，能够好，我觉得可以直接挂，挂完之后再给弓箭手塞5颗雷，然后再移形回头，完全来得及。他这里要判断一下前锋是去点门了还是去救人了。没关系，移形先守，把3他自己抓守下来的移。形是又转好了的，看一下移形，直接你看，他移错了。对，有没有点着急耳鸣，对他，因为他觉得前锋会点门，但是前锋去掏人了。那邦邦小短腿这个救下来，开一个圈，那2个人位置都定到，但是可以再门没有赶回来，人点，而且他知道你2个人的位置了。没错，弓箭手是已经稳定淘汰了。唯一好就是他移形交过了，可以一个人点门，另外一个人再去走海边，这样的话还是能走一个的，只要别被秒。这里的话还是要躲下雷的。飞轮顶雷，花子也是交了道具他必须点挂，门，他必须挂。难走，走不了。他这里的下到话，了门的话是点到40，对，因为他没有技能了嘛，没问题3抓。 3抓对于妮来讲也可以，只是亏一点，亏一点。他刚刚如果想的是，我不管移门还是移地下室那个人，是哪边都可以，应该都是稳3抓。但是如果说他先稳一点，走2步排下耳鸣，然后再移回来的话，好像4的是有就会4，4的面，对，或者说如果说他能精准，但既然敢选鹿头，肯定是白鹿相信自己的熟练度，熟练度至上吧。记者、火灾调查员、守护人、昆虫学者，哇，很饱满这个阵容。这手选择很好，他本来想的是大船应该是个火灾或者一手昆虫，不会把记者这手角色放在这里，想让记者去扛压，但是刚好说求生者这边预判到了，把觉得你底牌挽留加移形，但是看到空调的一个然后天赋往外拉是点了。飞轮效应加上化险为夷啊，对的，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扛压的大船这个
中间的洞口给你锁住，是的，小天赋带到了幽闭恐惧、通缉以及狂暴，让你的转点只能往大门去转。是那进不了大船晋了升还是比较快的。哎，哦哟哎，把你的钩子锁在原地，不让你位移。是白鹿本来想我先位移一下，你总不至于用娃娃来扛刀吧？姑娘这个熟练度真的有点高啊！这个都是奥飞放年轻的手速啊！想法也真的很好，正好都知道白鹿的一个路只要径。不停的用奥飞去断你的钩，你就很难去追击了。嗯所以是的白鹿他一定要去勾墙位移，你看现在白鹿第二哎波哇，锁住直。接放到白鹿脸上，你不管勾哪里，我这手奥飞一定会在你的判定方快了向上，。我变场场木炭了。那现在第三手奥飞又能来扛刀卡板，孩子这是的卡板给你压我力，处理不了啊！都没但是觉得他在玩鹿头，他在玩抓娃娃。道具消耗的很快，是，哇，飞轮在现在道具已经续好了继。续操看一下作，这个你还走位响隔板，我的天，太秀了！跳。开局1分20移秒，形还已经交掉了。记者玩家也有自己的三重鱼。一个勾都没有勾到空调的身上。是的，然后最害怕就是他打奥飞是没有任何的存在感的。角色克制，而且他的操作太好了。是，空调这波预判真的完美，对，现在过客想过来帮忙支援一下。补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气囊，哎，哇但他没有堵到，是的要过来扛一刀吗？来得及吗吧接应到了，看一下这波侧刀打到火灾调查但他员用，那个气囊去弹啊，这再进入也到了双十一。在你的意料之中吗？这波前置还躲在那个小夹角里对面，，这里对，得采访这里，不好，或者走到或者先放反夹方向，走反方向，空调直接翻了呀！是的，再翻回去，再躲回去，完了，哎呀，其实刚白鹿刚要先放夹是不是更好一点？好难受啊我现！在确实有点难受啊，这这勾过来再翻，哇哇，打到这还完全预判到了。然后第二段勾，他想直接出刀，但是空调这个牵制也太秀了，再扣钩，那现在已经往角落去了呀。对，又到城区游龙啊，这怎么办啊？真游龙，他太会牵制鹿头了。对空调纯秀这一把，他甚至16已经把自己的飞轮溜到只有40秒。现在已经3台半了，就你交完飞轮之后还过了70秒，对，这真的再救一波26下来又有飞轮可以用，最恐怖的是这波上挂移形好了，是就第二个移形都已经转好了。队友火灾气囊还没掉，然后这样的话冲军也压没掉满，就是卡2波救人的话，4人开门战是肯定有的，稳稳有这也是通缉到了过客，就是他们的第5台密码机稍微慢一点。那2个人来救援的话，压力就不大了。过客还是白鹿得看一下这波防守能够打出多一点伤害。那很难吧？过客这边其实直接给一个有一手哎，直接正差把你弹走，我想帮一手气扛，囊再保推开，哇，太棒了！看他们扛钩，想过来帮如扛，果扛到钩，空调真有机会但是分开了2个人。这没关系操作也太秀了啊！没关系，到时候还能来救。守墓人手里还有化险为夷，是的，这个化险为夷是过客而且掏出来的。等下再来一个昆虫的虫群，直接把这个记者给全方位包围起来。而且下一波你想想看去哪儿了？去小木里面了。那木这个点位对于球员来讲，去准备的空间肯定是更多白鹿的。赶紧把人挂大门，挂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，让他没有办法活啊。刚要他这是局想着保平了。对，哎，他到现在2阶都还没出来，其实对他手里压力也是非常大的。是的，看到就算能够提前去逼，没有用，他们机子是能压好的他。们等下一定是2个人救，然后对2个人扛，就要把记者给保住。对，然后化险为夷掏出来之后，求生者一定会第一时间去贴门，对这个要怎么处理？很麻烦。就他们是打4人开门战，然后我就想去保平争3了，已经这边继续掏，不着急，等着密码机，再推，打到的守墓我人，把鹿头给赶走。那现在空调的话能够往大房里面去，看一这么下远，上挂飞刀到哪儿位置已经拉好上远了，大船了，等下可以直接亮了点门了。还没有上大船，跑到的是海边，还想要继续牵制。而且他有飞轮，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把它直接太终结掉，难受了，大门已经在点了。对还不能交技能，哇，这个飞轮又规避掉了，好难受啊！再操作空调。终于勾到击倒，但是中场卡一个，大门卡一个。切传送是能来的，因为他这个门的进度条没有那么多。那你看大门人已经松手了，已经走掉，再往大船上赶了。但是你这把如果想哦，想上落地立刻的话直接传是太可能了，对基本上就只有一个保平了。我一直接给你爆了，而且这边还有地窖，逼你挂人等一下。没错，另外一边的话点小门，他们是稳稳的能保平的。那保平这样的话，WBG 就能够拿到。哎，他把这个板拍了，好像能拖到铲子好。对，
说到铲子好了，哦，那白鹿不给机会了，直接头铁哎，过。这里如果博弈到了是有3跑面的，对，是说砸到头，自己把一个铲子下来，对是真有机会能走地窖。而且因为我是守护人嘛，就算在地窖场上布夹子的话，我这边过去，你得先把我打出来，就先放夹子，再把我打成的话呢，面对这个阵容还是挺难处理的。对，说实话，求者这边选点可以选个 L 字形，然后让心理最后去找大房或者说找中场，因为中场给到舞女或者大房给到舞女都可以。L 字形的选点，守夜人只能选在最中间，选1追3点位。那不了就挽留底牌带风窗呗。对，哦，挽留底牌带闪现。风窗对，风窗挽留底牌带挽留闪现，对对带闪现。是的，也行，闪现跟风那个移形都有2个打法对。来看一下追击方向，最近的人是陶安的舞女，是的，风窗但挽留舞女这手闪现到底。要压吗？他反正得先攒能量嘛，是的，依靠自己的一个狩猎本能先去加速赶位置。对的小天后是点到了息怒，感觉陶安这边的话也没有好选择去布阵，而选择先打一个躲的思路。对他，盒子是留着的，你看，然后给个慢翻，你有心跳了再过来。哇，这个点位看到有感觉得先处对理，得先踩。是的，你这样就给到一个比较好的转点，是一个逃完比较就再下一省个。的打法，但这个能量还得跳吧？那盒子又踩不了，会很亏。我有风窗的话，感觉这一边先有弱风金刀有连住低刀，但还是在减速盒里面擦到因为。他刚好是进入到一个滑步跟飞轮的双 CD，是的刚好飞轮没好，滑步在冷却。没错，那还现在闪得再处理现还有5秒的时间。把盒子处理掉之后，考虑用闪现去终结求生者。没错，现在的话，好像再下最后的一个音乐盒，是，这位置可以博弈闪现，但感觉突然手里有可以闪，飞轮的，不敢不敢。有飞轮的滑步滑走，对，就防这个闪现。那前面你敢翻的话，可以可以直接交闪了对，可以。那还行，1分13秒击倒。这个追击时间还是不错的，是还多拿了一点存在感。而且野人也没有选择骑士过来 OB 嘛，那他这波挂人的话也没有压力。就再清一下这些伏笔板和音乐盒。而且舞女道具打空了，他等价的话，我手乙还是有机会去摊一摊的。这波手乙对于手人来讲，就别管那么多，先正常给一刀野人也行。对，那摊一刀野人的话，走不出双倒，主要是双倒没必要抢，因为之前拿到了一格舞女的额外的存在感，所以是等击倒舞女之后是有开2阶的机等于会。是拿了2刀，直接开出2阶了。 2阶来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这个飞轮肯定是不交了。看下一波记者，守夜人从来的问题都不是第一波处理以及手语，他的问题是怎么样去衔接第2手节奏。对，他的一个完全体的话，现在下来还是会舒服很多。没错，然后记者在旁边可以考虑用奥飞救一波，或也可以考虑直接卖了。这应该是直接保无伤了，反正我要保无伤，就是对我救也可以，不救也可以，外面已经在给野人移情，不掉状态。是这个密码机的话，肯定得慢慢修的。还差1台。我粘住的话，我就奥飞救人，然后飞轮躲刀对，先顶掉奥飞救人，救人，给本体刀。那这样的话，给到陶完有一个牵制空间了，很难吧？他有飞轮，这里也是但有风窗的话，它其实只能到前面的一个3板的位置位置。太差了。对，至少能拖一会儿，看把这个那换球位置现在白鹿也拖掉，然后不跟你走到角落。回了，直接弱风给你粘住住，你再怎么交飞轮对的也还是哎有机会进板了。可以，没关系，去之后搏一下，小板区很短，守夜人是不怕的。在这里最多再等一个风嘛，是，但守夜人还是比较怕连板啊。等一个风。但头铁过了，这也是一个石头剪刀布。另一边心里把记者状态调满，这样的话，心里他也是在远端变成一个半状态，看一下等一下谁能摸一下他。就看现在白鹿能不能把2手节奏续上了。这手节奏续上还是比较困难的，他知道这个半状态的人肯定在最远端的嘛，但现在位置是不确定，所以只能往近端去找空调。对，因为空调刚刚是飞轮加上幻想维都暴露了，如果说针对空调这局，你还真别说有赢面。那直接往这个大门最角里面去跑拉点。求生者还是比较愿意让空调现在出来扛压的，道具会比较多一些。对，而且点位也好。记者这边的话，他毕竟还有2个奥飞嘛，是的。哎，这里有点冲远了，角度没调好。打磨了，但是前面的话是有一个板区博弈的机会的，这波空调其直接实过板，哇，想到心理的拿捏好到位、啊。可以去骗一波野人上猪。因为你这个时候还刚好能攒一下自己的能量。对，等野人上猪之后就回头。
2不误。再掉。如果野人还敢在这儿，我就可以去拿野人一刀。但野人下猪了，但下一下的话对记者是起了杀心。等于是把闪现大门这直接击倒密码机给压住了，那回忆野这个位置还敢修，会我觉得可以较去拿慢回忆啊，看野人了，摊了，感觉可以摊了。他要因为这边刀啊，有机打野会。人一刀，有刀了，有刀了，已经有刀了。对，还能看一下天赋有没有飞轮，这波回头就没飞轮把，野人秒了。没必要。感觉他可以先回去挂，对对，把这台大的遗产给压住。野人他其实天赋探出来的，记者天赋探出来，肯定是找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。对他压住遗产机了。你现在这个密码机破译的想强亮很，慢，感觉有点破不开。位置能上猪，对，但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不好救人，得走得撤。现在白鹿打出了一个多抓的机会，没错，现在半状态的心理学家也救不了啊。有很大的多抓面啊。主要也是回忆刚刚被吊到了。那先压迫一下，知道心里的位置没那么快，现在去中场也来得及。但好像是透到了样锁子，定身位了，这把是有一个很大的多抓面的。感觉成败在此了，是的，在此一举了。那边野人下猪可以先去处理野人，处理完野人，心谁里可以救。管谁靠近密码机就先管对，心里是谁。可以让他救。人你可以无所谓，救下来，这个密码机一定要守住快。挂野人再去拦截，对，或者说也可以等一等，对，挂了好一点。对，挂了好一点。挂了以后让你们急嘛，你这个人是白掉状态的。你有一个上挂飞啊，你记者不敢出来对，的。而且密码机还是5%，没有回光返照的这一手记者是绝对不会出来的。对，心里也不敢救人。嗯，心里会绕一大圈。我发现记者，我如果说能直接骗板把记者给打倒的话，可以骗奥飞下板。他这个是奥飞卡板，就卡的，对，是单卡，没控板，他这个是不锁板子的奥飞，不控板的奥飞。对，这是一个小技巧。但是感觉记者很难去牵制了啊！如果说这里记者倒了的话，他若风粘住要打侧刀，只要但是他飞轮是有的，看一下这个飞轮提前出来了。没贴到，没关系，这个人没有回光94的密码机其实都不敢过来抢的。对，还能再探回忆，回忆上猪可以回头，极限上猪，不急挂，不着急挂，先把奥飞给吸过来，不着急挂，可以先攒能量，对，顺便拖自己的闪现时间。这边的话就看你怎么说。现在过客远端也是虎视眈眈，没事，还是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他下一波风，他有上挂飞，他是不着急的呀。对。OK，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野人得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野人猪时间要到了。那我给你亮嘛，但是我有挽留这个。对，我先挂，手里闪现差不多了。能好的是。你强亮之后，能2个人都在脸上。我看一下，野人在左边，野人的猪是美好的。先打3抓，不着急，先找野人。对，先找野人，因为野人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。对，3格能量。然后再冲过去，直接闪现把他秒掉，然后再回头。闪现是好了的，怎么说？直接闪现可以回头。看一下过客也不敢点了，门是点不了。对，回头压一下门，确定门口没人再回来把野人挂上。耳鸣没有，可以回头挂人。而且也大概是能确定这个地方没有的话，你只能往大房去。对，现在可以回头挂人，不着急，顺便攒能量。得挂。这把是有4抓面的，而且什么呢？他看到地窖在中场。对，这把你心里哪儿都走不了。是的。心里的位置基本上就在大房最里面。对。他这边的话，把人再往脸上一挂，然后再去大门看一眼。对的。可以反向排，往中场方向排。他先去排大房也可以，都可以，两条路都可以。感觉他应该是意识到过客的一个走位了。对，猜到了。是完全没点过。那看一下，他也可能觉得就是先看一下大门，保守起见，然后大圈，对，然后再往另一边去排，都2条路都可以。那过客这边想第2时间来点大门，钓到了，白鹿思路很好，他这个钓鱼把它钓出来了。他听到刚刚是摸到门的声音了吧？但是好像没有，没听到。对，过客的躲点还是躲得比较好。他觉得你不可能去点小门，因为点小门太长时间了。就是奔着走这个地窖了。对，直接守地窖。挽留时间还有最后的40秒。他觉得你会爆乌鸦，他觉得你绕了很长的一段路，有没有意识到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爆乌鸦？但这个时候这里已经没有耳鸣了。心理学家3点大门，我说实话，不得不是心理学家，这手心理掌握的真的好。说当时如果白鹿往大门排2下的话，应该就直接排到了。是。对，但是过后这个耳鸣卡非常好，那最终也是拿到了一个3抓，把压力缓解了一下。很多的班位都是给使徒安去做准备的，他其实也有点在骗你们天赋。鹿头他厉害的点就是他可以不带封窗嘛，他可以就是把你的位置用夹来封一下，夹子对对等效替代一下封窗，然后我多带一个底牌，这样的话我的小技能我可以带窥视者或者以及哭泣小丑，应该是幸运儿没跑了，大房给锁住，对，100%得幸运儿了。他选这个点位就是在赌幸运儿可能会在小树林或者在小门的位置。对你开局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说去摸一下道具的。这波反心理被捏抓住了呀！而这个位置你摸不了那个小人。来吧，底牌挽留。就是朝着幸运儿方向走。是的。看一下小迪到时候幸运包裹会许愿什么吧。他这里是直接拉点了，但是没有第一选择摸。
如果能转大房的话，哇，直接摸一个哇，回垒，那这样的话，直接把自己当接石打，对可以。想打慢而流可以，因为这也是比较不错的去扛哎，攻但是身这个想法位有点近了。直接贴那脸，等于是有一个哇，战胜！但是这娃娃还没太这高了，么完了，我的天，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室，还可以气球刀处理这个娃娃。糟糕，开局36秒，还能秒开这个存在感，而且直接是一个秒的地下室。我说实话，这把其实我刚想说他把自己当成只有一个奥飞的记者，对但是也行，但是这太敢翻了，就没有想到捏捏他这个僵直那么快，我现在直接一勾一刀就往存在感方向拿。而且你画不出来，你们两你个人没有花显微，你怎么出来呢？你还是会在这里面啊。我闪现捏在手里，这怎么说？哦，可以，画家还得压。而且这个小迪他是一个他开秒救的1分05秒开2阶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人已经2挂了。对，2挂了。就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时候，他已经被秒了。对，起初所有人都没有觉得这个鹿头有多大的威胁的时候，他已经给你来到了一个重击。这什么叫出其不意？这就叫出其不意啊！因为你这种图你打的少，你没有那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去。有落地刀，看一下这边有落地刀的，不好救，不好救，不好救啊！落地刀飞轮顶掉可以，但是你这样的话，可以飞轮化显微已经暴露了。是的，我打你幸运儿针对啊！你这个密码机，但是现在哇，极限救下来，极限对的。没事我就勾，但火箭刀也可以，没关系，我时间太够了。有2阶。那现在的话，你需要幸运儿，你要加倍的去牵制啊！你要去牵制2台、3台密码。对，得把这个时间弥补回来。就是你看现在幸运儿手里没有飞轮效应，只有一个协调反射，对的，不够啊，不够啊。然后你在大方面对一个2阶的鹿头，哎，他选择从后门出去的话还有人保，OK，有人来，对，我勾，想想换个位置吧，换个方向走也可以。完全被洞悉到了，小迪的位置有点插翅难逃，但是位置被架住了，进不去。对，队友在哪？奶奶。要扛钩，再扛钩，扛到了。密码机只有一双手在修，没关系。现在是哭愁什么时候醒啊？燃尽了，真的就是疯狂的在保护啊。还好看化了，缓了一口气。这边想的是，你也想的也是清化，把这些战物全部清掉，先和自愈起来再保护，把捏捏逼跳下去防一个炸。那这样的话，小迪应该能拉一些点位了，拉到比较远的地方。这是2阶鹿头啊，感觉我觉得说实话，这个时候换挂也可以啊，我完全来得及。这是庄园里的一个温情一幕啊！对我这真的太努力了。想要去看能不能找到这手小迪，是看不到，没事再慢慢跟。他好像想直接把哭手也打倒，因为知道你没有自愈，没有道具了也。对，没道具。因为你们2个人都交过自己了。是的，你所有的道具都是在我眼前交的。他这个节奏太好了，现在太富裕了。再抓。现在得看看花瓷出来扛住这一波压力。还要再冲。对，让幸运儿补点道具，把状态补回来。小迪在后面摸了把枪。是。这把枪还是有，但是不太够。小迪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补好自己的状态，对他得摸针，是的。他现在，但是这个位置你也是能够听到小迪开箱子声音的。不敢摸吧？不敢摸，不敢摸，不敢摸。走。对，没通缉到。离开。哇，真的就是1/3这个概率啊，这个太吓人了。现在花瓷砸了一板，稍微缓解了一下压力。但鹿头有抗性。对。踩没砸到，而且点位还是比较刁钻。勾下椅子，但是打成对呗。还帮扛到了，下全员半状态。终于是缓了一口气，现在没有人倒地了。是小迪趁乱摸了根针。哎呦，但是还是闪现。这边捏捏应该是听到了，可以去找一下吗？他应该想说，对他现在就是我手里有人就行。是。小迪就在脸上摸吗？应该能看。就在脸上摸吗？哦，一枪之隔，没看到吗？天啊！但是枪状态打满了，手里还有一把枪。还好打满了，但是2个人都是上挂飞，能不能活住？这把枪没想着交。哎呦，星河倒了，小迪还在脸上。小迪是没法保的，没法保的。算了，得想3人开门战的事情。但是这3个人全是半状态啊！不好消息是小迪他是带了医者的，他带了医者能够用一根针扎自己2次，这3次通缉都没有通到。幸运儿真的是已经算很好了，给求生者缓了比较大的一口气。对，但是摸好这样的对局对于妮来讲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多抓率。奈奈手上只有1幅画了，是没有飞轮的。他节奏真的太好了，没有办法，开局直接地下室一个后面那么长的一个时间，是这里求生者完全修不了机子。现在的话可以封一下密码机，然后去外面找小迪，因为他知道小迪在外面其实放的越久越危险。他不着急的。
他现在手上只要有一个人，他都能锁定胜局。但小迪看一下这边，明显是选失败了，又选了个针。想找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，但是奈奈躲得很好。不过他这把枪还是在的嘛，就等一下还可以。哎呦，给勾回来了，不好放。对，还是要有人来再来救。得让幸运儿救，对吧？但是你无女修机的话，你现在怕一个什么问题？怕被传送。小迪这边就贴过来了，后面给的是比较早。还好，哎呦，他看到小迪了，要直接追吗？直接追吗？换也可想追因，为现在密码机还是差的比较多的，看时间你们心里有数。小迪手里只有一把枪，得自保，绝对对不能倒。飞轮还有20多秒的时要提前开间，枪也行，对，反正就是看角继续找建筑物吧。看能不这里能多有一个勾的哎呦做法，差一点，有个感觉得交枪了，交吗很近。哎呦，哎呦，还哎呦，被了勾到有减速，那很糟糕了，再勾一波可能就要直接传送出来管密码机。机子，也行，这因为密码机到无脑之后就没人能救了。而且你砸不晕我，嗯，我这个的抗性太强了，这边直接锁夹子，你一个半探无泥，你肯定得死一铲，是的，他是100%要倒一铲，一刀再走。看一下凶手外面要把状态怎么打，看一下。哇，那他现在可以直接挂人，然后再去拦截呀，求生者打进了这里，但求生者想把画家状态打满，然后让画家带着画家来救一波。爆点了。嗯，幸运儿这边的话，当时9爷气息爆出了幸运儿的位因为置。他被勾到过嘛，宁宁现在还想再压求生者，不想让求生者有状态能够去救人。就是不让你救人，我可以不挂人，但是不能让你救。现在被迫把这幅画给交了出来，这样奈奈变奈奈就成白板了是对白板了。但是小迪那边起的是一台新的密码机，奈奈看一下这个点位能不能绕吧，因为奈奈交完2幅画之后是有个4%的一个加速的。但这里空勾了，好博弈，先骗勾再砸板，回头挂人呗。是。这样的话能够把奈奈从密码机那个方向扯回来，去让他去准备救画他怕花刺咬下来，他这里还要等一个钩子。让花刺摇下来之后再吃个夹子嘛。这样的话再把奈奈拉回来，哎没但是夹子没打到没卡到一个比较好的点位。哇是的，那还能再牵制一下你别说，看花瓷能不能救队伍于水火之中。求生者已经缓回来了呀，你是有气的，密但是码机我是够的呀，这波其实可以考虑挂地下室。而且没有上挂飞，对吧？你幸运儿在外面，你没有办法去管他。那到开门战的话，他自己手上是有技能的，没关系，捏路头地下室还是有机会能够拿到3抓的。而且他得立刻贴过来，开门战技能是好的，得立刻贴过来。对，只能秒救。是的，这边的话，看您的处理了，勾一下打一下，然后站在外面去打落一刀。有点极限，这个位置要打落一刀的话，可能要求生者看怎么样。用肉身来帮他们卡一下他能把这个身位，位置给站住啊，直接落一刀落一刀打。别打到。压起身压到。哇，那这把还能多抓？因为画家是没有自愈的，没有绝处逢生。对他不用管画家，而且他手上还有传送，幸运儿还很危险，门也不敢点。对吧？如果说花刺倒得快，可能还要4抓。是，那走过来的话，好像还迎面撞上了想要过来摸人的幸运儿。但这里的话，这个板子被逼入绝境没了。办法，那他听到了耳鸣，他也不用交传送了，可以直接把针挂上。坏了，一切都进入到了一个监管者的一个局势里。他现在把这个人一挂，你如果说把人摸起来，那我刚好直接找你们两个。像 M2C 有什么办法能够去脱离这样的一个3抓面呢？小迪得要去摸出来一个很有关键性的道具。他得摸球不完，对，能但摸球。现在花瓷的话已经是过半了那，这里可能还得想办法把这个人给救下来。他必须得摸到球了，摸可以。球，人救一波，才有一些那淘汰进度好极限呢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吧？感觉要来不及了画家。可以画家可以直接卖。对画家要把自己牺牲掉了，他这里就硬点。得过来，你对。也太聪明了，我知道你这边想要哎但这个球好像拉过头了，不，他是想躲勾。我的天！他是什么呢？预判你勾我椅子那个位置，让你勾椅子。但是呢，因为你橄榄球有这样子，为什么我说摸护腕？因为弹护腕是秒弹秒救，是橄榄球它有后摇。这样的话，幸运儿倒地，然后画家也没有把门点开。这样的话就一个完成了一波4拿抓下。了4抓，因为肯定4抓。对，开局真的节奏太差了。对对对。那么拿到这个4抓，恭喜 WBG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他们走到了我们最终的一个决赛之中。对的，这张门票率先被 WBD 收入囊中。不错啊，不得不说，这个明达币这一次的一个从常规赛的中期开始，他们就是这样啊，一往无前，一鼓作气，状态太好了，拉的顶中之顶。是的，场